春天虽然快到了，但这大早上的还是冷得够呛。罗迪只能不停地往手里哈气。泽诺在一旁直摇头，说这天也就下午能暖和点，现在这阵子确实难熬，难怪维拉的病一直不见好。摊上这种鬼天气，谁受得了啊？泽诺越想越觉得离谱，这种天还把人往外赶，这院长心肠也太狠了。罗迪赶紧叫住他，这要是被听见，麻烦可就大了。罗迪突然停了下来，他好像发现了什么目标，他指着远处那个穿绿裙子的贵妇人，觉得这人对女仆都挺客气，肯定不会直接把他们轰走。泽诺也觉得这主意靠谱，两人立马换上一副受尽委屈的模样，直接凑了过去。这招果然好使，贵妇人二话没说就给了赏钱，整整20德纳。这夏维拉的药费总算是有着落了。泽诺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整个人都乐坏了，直夸罗迪简直是天才，回回都能精准拿捏。他好奇地问：“你是怎么看出来那人有钱的？”罗迪嘿嘿一笑：“这还不简单，那夫人的包里全是金币，想不注意都难。不过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这个红头发的小姑娘叫布罗迪，她从小就在孤儿院里讨生活，身世一直是个谜。有人说她是3、4岁被扔过来的，也有人说她干脆就出生在这。反正打她记事起，这儿就是她的全世界了。虽然记不清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的，但这地方到底有多烂，布罗迪心里可太有数了。看看这碗里的东西，这哪是汤啊，简直就是兑了水的刷锅水，喝一口能让人记一辈子。这地方根本就没打算让孩子好好活，不管外头多冷，永远只有一张脏得发黑的破毯子，更别提那些没完没了的打骂了。每天睁开眼听到的全是各种难听的咆哮。可说来也怪，条件都差成这样了，这孤儿院居然还能一直开下去，原因其实很简单，这里的孩子总是很快就会被领养走，至于领养之后去了哪，谁也不知道。那些没被领养走的孩子下场更惨，直接被扔到大街上自生自灭，还得想办法赚钱交回来。但我跟他们不一样，院长一直压着我的档案，根本没打算把我送走，只要我盯着看，就能发现藏在暗处的秘密，甚至能预判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为我这双眼睛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院长管这叫千里眼。院长总是装出一副慈祥的样子，叮嘱我：布罗迪，这件事千万不能告诉别人。他还说只有他才能保护我，保护我，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其实就是把我当成摇钱树，天天逼着我出去给他搞钱，肚子叫得比雷还响。布罗迪这日子过得真不容易，明明靠着那双眼睛帮院长赚了那么多钱，结果到头来自己连顿饱饭都吃不上，赚来的那点东西全被他分给其他小伙伴了。布罗迪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街角那家面包店上，结果紧赶慢赶跑过去，店门居然关得死死的，这下最后一点希望也断了。要是老板还在，说不定还能讨点边角料，现在倒好，连站稳的力气都没了。按理说这时候早该有人路过了，结果这街上冷冷清清，连个鬼影都看不见。布罗迪饿的头都要炸了，院长那个老狐狸心肠简直黑透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遭报应？明明自己一直这么听话，从来没干过坏事，凭什么要受这种罪啊？布罗迪缩在墙角，他在心里一遍遍求着，要是真有神仙，就赶紧把那个坏心肠的院长给收了吧，顺便再给布罗迪一点面包，哪怕只有一小块也行，他真的不想再挨饿了。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面前突然多了一个人影，这脚步声越来越近，最后直接停在了他跟前。男人开口叫他：“黑小鬼！”这一抬头，布罗迪整个人都傻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刚才还在心里求神拜佛，结果真蹦出来个大帅哥，看着打扮，难道是哪位路过的祭司大人？伊克里斯低头看着这个小可怜，开口第一句就问到了点子上：“嘿，你饿吗？”布罗迪这下可顾不上矜持了，连连点头说自己快乐疯了，毕竟肚子里的鼓点早就敲得震天响了。伊克里斯直接蹲了下来，语气听着还挺温柔，问他叫什么名字。布罗迪老老实实的报了家门，说自己叫罗迪，全名布罗迪。伊克里斯笑了笑，顺手就掏出了个宝贝，这金灿灿的颜色，还有那股子香味，这一刻在布罗迪眼里，面前这男人简直就是救苦救难的神仙。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伊克里斯顺嘴打听了一下，原来这孩子才7岁，正是该在家里撒娇的年纪。肚子填饱了，伊克里斯拿出了一个袋子，布罗迪只知道里面的东西是红色的，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等伊克里斯说出红宝石3个字，布罗迪立马反应过来，这可是值大钱的宝贝。布罗迪接着打听，问那2块红宝石是不是一大一小。布罗迪看得可清楚了，他说颜色其实不太一样，小的那个颜色要更深一点。听到这儿，伊克里斯忍不住笑出了声，看来这孩子确实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东西。布罗迪倒是一脸淡定，反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不然干嘛跑来问这个？伊克里斯没正面回答，而是正式做了个自我介绍，他说自己叫伊克里斯。布罗迪这下更纳闷了，既然有名字，那他肯定不是什么神仙了，那这个突然出现的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伊克里斯这回是真摊牌了，他说布罗迪这双眼睛大有用处，直接问他愿不愿意跟着自己干。布罗迪这下彻底懵了，这大人是不是找错人了？哪有找7岁小孩谈工作的？这种事不该去找大人商量吗？不过转念一想，只要动动嘴皮子就能拿钱，以后再也不用在街上流浪了，这买卖听着确实诱人。布罗迪虽然年纪小，但防备心可一点都不弱，他直接把问题甩回，凭什么要相信一个陌生人？这话一出，伊克里斯直接被问懵了，难道自己这张脸在小孩子面前就这么没排面吗？他忍不住又确认了一遍，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伊克里斯这下是真没招了，在这一片居然还有人不认识他，他只能耐着性子自报家门，我叫伊克里斯德查尔斯。
布罗迪听完直接懵了。查尔斯大道，谁能想到这个全帝都最有钱，甚至能左右国家命脉的地方，竟然全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这里，他的名字就代表着绝对的权利。伊克里斯直接摊牌了，没错，你脚下踩的每一寸土地，全都是我的。布罗迪这下彻底傻眼了，反复确认了好几遍，原来眼前这个男人就是那个富可敌国的查尔斯家主。不过伊克里斯现在更在意的是这小姑娘一直管他叫大叔，布罗迪倒也干脆，不叫大叔，那叫什么？伊克里斯最后还是没脾气了，算了，大叔就大叔吧。伊克里斯为了让布罗迪放心，直接把话挑明了，我这种身份的人还不至于去骗你一个小屁孩。布罗迪这下反应过来了，查尔斯家确实有钱的离谱，以前院长天天念叨，恨不得把人家的家产全搬走。他仔细琢磨了一下，像这种大人物，总不至于为了块面包或者一个金币就自毁名声吧？要是真传出去，他这辈子都得背上铁公鸡的名号，那可就真成笑话了。可还没等布罗迪想清楚，伊克里斯突然话锋一转，要是你还是不信，或者压根不想跟我合作，那恐怕就要付出点代价了。布罗迪这下彻底慌了，赶紧捂紧口袋，我可是一分钱都没有啊。伊克里斯倒是一脸淡定，没钱也没关系，你可以来给我打工，那种干得多拿得少还没保障的临时工。这还没完，他接着又补了一刀，查尔斯家族的名声你听过吧？专门把人往绝路上逼的那种。布罗迪吓得魂都没了，只能拼命点头。布罗迪还想最后挣扎一下，明明是你先动的手，结果伊克里斯一句话就给他堵死了。谁让你自己往我身上撞的？这哪是什么大财主啊，简直就是个活脱脱的恶魔。布罗迪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怎么就招惹了这么个祖宗？万一这债钥匙还不上，自己怕不是要被他卖了换钱？他脑子里估计已经想好了100种被卖掉去干苦力的惨状。他小心翼翼地问，这活儿到底危不危险？伊克里斯倒是挺坦诚，说一点都不危险，只要你把你看到的那些东西原本地告诉我就行。而且他还给布罗迪吃了个定心丸，说以后会罩着他，连他有透视眼这事儿他也保证绝对守口如瓶。本以为这气氛要变得温馨起来了，结果布罗迪这小脑袋瓜里装的全是吃的。他盯着伊克里斯的口袋，直接伸手要吃的。伊克里斯都无语了，你刚才不是才吃过吗？布罗迪理直气壮说自己都饿了3天了，起码得吃3份才能补回来。碰上这么个小祖宗，伊克里斯也没辙，只能乖乖把兜里的东西掏出来。拿到面包的罗迪整个人都活过来了，这哪是面包啊，这简直是他的救命稻草。伊克里斯在旁边看得直摇头，就你这小身板，真能塞下这么多东西？罗迪可不管那些，现在他心里只有一句话，能给他饭吃的人肯定坏不到哪儿去。既然肚子填饱了，那这买卖就能成交。罗迪拍着胸脯表示，老板，以后我就跟你混了。既然协议已经达成了，伊克里斯直接把人带回了家。这马车往大门口一停，排场一下子就拉满了。门口的管家卡梅尔早就带着人在这儿候着了，一见主人回来，赶紧上前恭恭敬敬的行。伊克里斯倒是没急着进去，反而先给卡梅尔派了个任务，让他搭把手，把车里那位给接下来。结果卡梅尔往车里一看，整个人都愣住了。布罗迪正撅着屁股在那儿费劲呢，这马车踏板对他那小短腿来说，简直就是够不着的悬崖。看着这脏兮兮的小丫头，卡梅尔心里直犯嘀咕，自家主人这是转性了，居然真要把这孩子带进府里。卡梅尔还是觉得这事儿太离谱，这么个小不点能干啥活？伊克里斯可没耐心解释，直接一句话把卡梅尔给顶了回去。这下卡梅尔哪还敢多嘴，赶紧老老实实的去接人。布罗迪人还没站稳呢，脚上的破鞋先飞了出去，好巧不巧，正好砸在伊克里斯那双一尘不染的皮鞋上。这下可好，伊克里斯这一脚下去，直接把那只破鞋踩了个正着。这清脆的一声响，听着都让人心疼。布罗迪当场就炸毛了，赶紧把那宝贝鞋捡回来，指着伊克里斯就开始嚷嚷：“你这人怎么回事？走路不看路吗？”伊克里斯整个人都无语了，盯着那坨黑漆漆的东西，半天没反应过来，这玩意儿居然能叫鞋，这分明就是块破抹布吧？这下卡梅尔也看傻了，这小丫头胆子也太大了，居然敢对着公爵大人大呼小叫，这要是换了别人，估计早就被扔出去了。伊克里斯也没打算跟他计较，直接把卡梅尔叫了过来，让他把自己的鞋脱下来。布罗迪还没反应过来，这大叔到底要干嘛？伊克里斯直接让布罗迪赶紧换上，毕竟总不能让这孩子光着脚进公爵府。结果这鞋一上脚，画风一下子就变了。布罗迪这小细腿塞进这么大的皮鞋里，看着跟踩了2只小船似的。布罗迪还挺担心，问卡梅尔大叔：“你不穿鞋真的行吗？”卡梅尔这下是真没话说了，只能强撑着面子。他摆了摆手，让布罗迪赶紧走。布罗迪倒是挺开心，道了声谢就往前冲。就这样，卡梅尔光着脚领着穿大船的布罗迪，总算走到了工会总部。这一进门，布罗迪整个人都看傻了。以前只听说这地方厉害，没想到能气派成这样。这地板亮的都能当镜子使，柱子粗的像座山。布罗迪这辈子没见过这种大场面。不过这装修风格确实有点让人一言难尽，这得是什么样的审美才能把屋子弄得这么闪瞎眼？布罗迪看着满屋子的宝贝，脑子里全是问号。他小声问伊克里斯：“这些东西该不会是偷来的吧？”伊克里斯听完都气笑了，反问他：“如果不是我的，那还能是谁的？”这工会总部实在太大，布罗迪穿着那双大船，走着走着就没劲了，困得只有眼睛。就在这时候，卡梅尔二话不说就伸出了手，这一下直接把布罗迪给举高高了。卡梅尔沉着嗓子说：“我抱你走吧。”
布罗迪这下可高兴坏了，终于不用再费劲挪步子了，赶紧甜甜地道了声谢。看着这小丫头开心的样，卡梅尔的眼神也跟着变得温柔了不少。伊克里斯走到一扇大门前，里面的排场确实没得说。布罗迪看着眼前的景象，脑子里全是问号，这到底是房间还是个巨大的盒子？怎么进个屋子还得整2扇门？还没等他琢磨明白，伊克里斯就无奈地叹了口气，他低声骂了一句：“那个疯子！”布罗迪听得一头雾水，完全没搞明白，这大叔怎么突然就开始骂人了？有个大客户找上门了，开口就说没有工会办不成的事。伊克里斯坐在办公桌后，听着对方提要求，这老头儿看样子是豁出去了，目标是个养尊处优的贵族，说白了就是个有钱的傻瓜。老头儿一边说一边叹气，觉得自己这把老骨头快被折腾散了。伊克里斯倒是一脸淡定，提醒对方这里可不是什么路边小店，规矩多着呢。结果老头儿根本不在乎钱，他说自己无儿无女，死后这些家产也带不走，只要能达成心愿，他愿意把全部身家都交出来。伊克里斯开口问了，这笔买卖到底值多少钱？对方一张嘴就是10亿利布拉。听到这个数字，伊克里斯手里的笔直接停住了。既然对方这么有诚意，伊克里斯也不打算端着了，他笑着让对方继续往下说，别小看这10亿利布拉，这可不是市面上流通的普通货币，全是纯金打造的，价值比一般钱币高出整整10倍。钱给到位了，活儿自然也不轻快，除了要帮老头儿处理那堆麻烦的遗产，还得找个尖耳朵的神秘人送到纳尔家，最难的是还得让那个早就散伙的哈加家族重新聚到一块儿。5年前的账本全是窟窿，还得派人去南绝领地查传闻，结果活儿还没干完，委托人那边就出大事了。谁能想到，就在准备交钱的前一天，这老头儿竟然撒手人寰了。伊克里斯赶到墓地的时候，只拿到了一份遗嘱，这老头儿临死还玩了一手阴的，想要那10亿金币，得先在2扇门里做个选择，只要推错，里面的宝贝会立刻付之一炬。这哪是留遗产，分明是给人挖坑呢。伊克里斯找了一堆所谓的专家，结果全是些没用的草包。这个想靠耍嘴皮子减风险的，直接被他一个字轰了出去。连号称帝国最灵的占卜师一听这任务，当场就吓得重病缠身，连滚带爬的逃命去了。折腾了这么久，最后手里就剩几张废纸，这下连伊克里斯都忍不住了。罗迪在旁边看得一头雾水，平时挺冷静的老板，这回怎么气成这样？既然那些所谓的专家都靠不住，伊克里斯干脆把罗迪带到了现场。他指着前面那2扇要命的门，直接给这小姑娘画了个大饼，只要能把藏钱的那扇门找出来，这辈子的荣华富贵就全包了。一听这话，罗迪可就不困了，他二话不说就冲了上去。可伊克里斯心里其实也没底，他之所以敢带罗迪来碰运气，全是因为这孩子身上有个特殊本事，他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旁边的卡梅尔看不下去了，小声建议要不还是再去求求那些高手，毕竟让个孩子来决定，这心也太大了。结果伊克里斯直接甩出一句，那你行你上。这话一出，卡梅尔当场就没声了。其实伊克里斯也是没办法，这破事儿光靠拳头根本解决不了，一直拖着只会让他更心烦，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他嘱咐布罗迪别焦急，想要什么尽管开口。可谁能想到，他话音刚落，布罗迪那边就有动静了。这孩子居然说他已经找到了，这速度快的连伊克里斯都傻眼了。布罗迪这孩子是真不客气，直接就奔着那扇门去了。伊克里斯在旁边吓得够呛，赶紧让他再好好想想，这要是摸错了，那可是要出大事的。布罗迪倒是淡定，说他已经看到门后面藏着纸和盒子了。伊克里斯最后确认了一遍，你确定吗？布罗迪想都没想就点了头。卡梅尔还是觉得这事儿太悬，万一选错了这烂摊子谁来收？结果伊克里斯这人也是够狠，他一边去开门，一边随口甩出一句，要是真错了，就把这小鬼随便扔到哪个角落去。伊克里斯这手一使劲，心里估计还在咒那个设机关的家伙，让他下辈子都别想安生。随着这扇门被推开，里头的动静可真不小，连卡梅尔都愣住了。这结果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嘴里一直念叨着不可能。谁能想到布罗迪居然真的中了头奖？看着这满屋子的金银财宝，布罗迪高兴的都要跳起来了，这下是真的要发大财了。卡梅尔在旁边看的下巴都要掉了，整个工会折腾了好几个月都没搞定的死局，居然被这小丫头随手一指就给破了。伊克里斯这回总算拿到了想要的东西，布罗迪还眼巴巴的凑过去邀功，问他自己是不是干得挺漂亮。看着手里的战利品，伊克里斯这万年冰山脸总算有了点笑意，随口回了一句还凑合，这可把布罗迪给美坏了。他觉得既然立了这么大地功，那点面包钱肯定能一笔勾销了。结果伊克里斯头都没抬，直接甩出2个字，不行。这下轮到布罗迪彻底傻眼了，明明帮了这么大的忙，怎么这债还没完没了了？伊克里斯突然发话，让人拿个跟布罗迪差不多大的袋子过来，这要求听着可不太对劲。布罗迪这下彻底懵了，刚才还说要把它随便扔掉，现在连袋子都准备好了，这明摆着是要把它打包卖了呀。谁能想到伊克里斯把袋子往他手里一塞，让他想要多少就拿多少，要是觉得不够尽管开口。布罗迪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袋子是给他装宝贝用的。谁能想到面对这一屋子的金山银山，布罗迪居然直接摇头说不要。这下连伊克里斯都给整不会了，多少人盯着这些宝贝眼红，这小丫头居然嫌沉，还担心拿回去会被别人给抢了。
伊克里斯可不吃这一套，他决定的是，还没人敢说个不字。这一大袋子财宝直接就砸在了布罗迪脚边，结果布罗迪更绝，头一歪，压根没打算给这位大佬面子，这胆子真是没谁了。看着布罗迪这副倔脾气，伊克里斯心里倒有点佩服了，这小丫头年纪不大，骨气倒是一点不少，看来之前真是小看她了。既然金银财宝打动不了他，伊克里斯干脆换了个法子，他蹲下身子问布罗迪：“那除了这些，你还想要什么？”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动静，凯文直接推门走了进来。卡梅尔显然吃了一惊，还以为凯文今天一早就出门了。凯文笑着说自己刚回来没多久，他显然对刚才那一幕很好奇，问卡梅尔刚才怀里抱着的小红松鼠到底是个什么宝贝。卡梅尔在旁边听得直扶额，这形容也是没谁了。他说待会儿自然会带他来见大家。紧接着卡梅尔就抛出了个重磅炸弹，伊克里斯大人刚刚亲自招募了一名新成员，谁能想到这领养的消息来得这么突然？罗迪这回是真的要离开这里了。虽然院长早就说过他迟早会被领养走，可真到了这一天，泽诺心里还是空落落的，毕竟生病的朋友还在医院，要是罗迪也走了，他就真的只剩一个人了。罗迪没多说什么，直接塞给他一袋宝贝，这是他好不容易攒下的口粮，他还特意交代要分给生病的朋友，这事儿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这大概是他离开前最后能留下的心意了。罗迪拍着胸脯保证，泽诺你等着瞧吧，我以后肯定会变成大富翁的，要是到时候你还没回自己家，那就干脆跟我混好了。泽诺听得一愣一愣的，罗迪连以后的日子都想好了，要住大房子，还要有吃不完的面包和柴火。泽诺还在担心他一个人行不行，罗迪倒是信心十足，让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这一抱可能就是好多年见不着了，罗迪还不忘叮嘱他，记得帮我跟维拉带个话，咱们以后肯定还会再见的。泽诺还是有点不敢相信，你真的能保证吗？罗迪笑得特别灿烂，那当然了，咱们的商人可是最厉害的。就在两个孩子道别的时候，窗外可不太太平，伊克里斯正冷眼看着这一切，那个一直欺负孩子的院长这回算是踢到硬茬了，直接被人像领小鸡一样拖了出去。这下他再也没机会作威作福了。离别的时刻终究还是到了，罗迪坐上了离开的马车，这地方他是一秒都不想多待。罗迪坐在宽敞的马车里，对着伊克里斯甜甜的说了声谢谢老板，要不是他出手教训院长，这口气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伊克里斯倒是挺淡定，他说不用谢。罗迪这下是彻底服了，本来还担心那个院长不好对付，结果在老板面前那根本就不叫事儿。他笑得特别开心，直夸自己眼光好，跟对人果然很重要。伊克里斯看他这么兴奋，冷不丁问了一句：“离开这儿，你真的一点都不后悔？”罗迪想都没想，怎么可能后悔？那鬼地方他早就不想待了。不过他也没忘了正事，赶紧提醒伊克里斯：“老板，你可是亲口答应过，以后要好好照顾我的。”罗迪这小算盘打得啪啪响，还没进门呢，就想着以后赚了大钱，要把小伙伴也接来一起发财。结果话还没说完，伊克里斯就一脸嫌弃地提醒他：“口水不要流到人家肩膀上了。”这气氛一下子就没了。伊克里斯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来了句：“赶紧带他去洗个澡，这满身泥巴看着实在扎眼。”罗迪这下可不干了，气得直跳脚：“我这叫劳动人民的勋章，怎么能说我脏呢？”伊克里斯可没心思跟他斗嘴，直接把人丢给卡梅尔去安排。从今天起，这小丫头就算正式住下了。伊克里斯突然变得特别严肃，他告诉罗迪，要学会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地盘，只有手里握住的东西够多，以后才有本事护住享手的人。罗迪这下彻底听懵了，刚才他还嫌弃自己脏的要命，转头就来这一套深情的，这老板的心思还真是难猜。看着眼前这气派的大宅子，伊克里斯总算说了句正式的：“欢迎来到查尔斯。”罗迪一边揉着脑袋一边犯嘀咕，这人是不是有点毛病？一会儿嫌弃一会儿摸头的，简直是个怪人。谁能想到呢？这位大佬竟然会亲自带人回来，这消息要是传出去，整个查尔斯怕是都要炸锅了。埃基西翁第一个不信，在他眼里那小姑娘还没脚长大呢，他甚至怀疑是不是老板被这丫头给骗了，不然怎么会带这么个连路都走不稳的小不点回来。卡梅尔这时候才慢悠悠的开口说，这丫头可不简单，她是靠真本事进来的，竟然用特殊能力打开了金库。这话一出，海洛直接坐不住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才说？他连屋子都顾不上收拾，一溜烟就往外跑，非要亲眼看看这个能开金库的小神童到底长啥样。伊克里斯在屋里生闷气，这笔尖都要把纸划破了，摊上这么一群不靠谱的下属，他这当老大的也是操碎了心。伊克里斯冷着脸骂道：“这帮白痴！”等罗迪洗完澡出来，全场直接安静了。埃基西翁和海洛眼睛都直了，这孩子也太小了吧，简直可爱的有点过分了。大家都在猜这娃的来历，可罗迪自己还一脸懵呢，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一露面，整个查尔斯的画风都要变了。罗迪看着这一屋子陌生男人，心里直打鼓，这些人到底都是谁啊？凯文第一个凑上来套近乎，他笑着说：“你好呀，小家伙，我叫凯文。”顺便把屋里另外2个也给介绍了，这是埃基西翁，那边那个是海洛。凯文哪壶不开提压壶，他问：“那你爸妈呢？”罗迪淡定地回了一句：“我没有父母。”旁边的人都听不下去了：“你个白痴！”凯文还想找不？我就是想问他们现在在哪儿。罗迪倒是没觉得有什么，他解释说：“我是从孤儿院出来的，所以没有爸爸妈妈。”这话一出，屋里这几个大男人全沉默了，这下气氛可真是尴尬到了极点。凯文这下彻底老实了，蹲在角落里怀疑人生。埃基西翁赶紧出来打圆场，让罗迪别往心里去，说这家伙就是嘴比脑子快，尴尬劲儿
总算过去了。海洛笑着问罗迪：“是不是今天刚入伙的新人？”他大方方地伸出手，想重新认识一下这个小天才。罗迪也没扭捏，直接把小手搭了上去。虽然感觉他们脑回路有点清奇，但心肠倒是不坏。罗迪报了名字，说自己叫布罗迪。海洛这下可乐坏了，一边夸名字好听，一边感叹这手也太袖珍了，简直像个洋娃娃。聊着聊着，海洛顺嘴问了一句年纪，结果罗迪这一开口，又让这帮大老爷们儿愣住了。才7岁。海洛还是有点不敢相信，问他是不是来串门的。罗迪倒是挺认真，说从今天开始，自己也是查尔斯的一员了。这下海洛和埃及西翁彻底傻眼了，俩人凑在一起嘀咕：这怎么看都不对劲啊！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可能进那个杀人狂的队伍？他们越想越觉得离谱，甚至开始怀疑这孩子是不是被拿来当诱饵的。结果越猜越觉得有道理。就在这俩人胡思乱想的时候，卡梅尔冷着脸过来了，直接打断了他们的悄悄话。卡梅尔随手扔给罗迪一套衣服，叫他赶紧换上，说要带他去猎兔。罗迪倒是没想那么多，抱着新衣服乐开了花。卡梅尔最后还不忘警告一句：从明天开始必须得听他的。罗迪一溜烟跑去换衣服了，剩下这几个大男人还在那儿纠结。海洛觉得这儿又不是托儿所，带个7岁的孩子真的能行吗？卡梅尔倒是表现得很淡定，他说在查尔斯这种地方，实力才是唯一的硬道理。海洛在一旁忍不住调侃，说卡梅尔是不是看人家可爱，这心肠一下子就变软了。卡梅尔看着罗迪离开的方向，心里其实已经有了底，这孩子要是真成长起来，恐怕以后他们谁都追不上。罗迪一个人蜷缩在床上，疼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这刚开始的新生活，难道就要这么卡壳了？罗迪这会儿正难受着呢，肚子疼得根本睡不着，看来这病来的真不是时候。他刚搬进来的那天，看着这么宽敞的屋子，整个人都兴奋坏了。卡梅尔却直接给他泼了盆冷水，说自己只是按规矩办事，过了今天可没人会再帮他了。想在这里活下去，凡事都得靠自己去闯，这地方可不是什么慈善机构。罗迪倒是挺乐观，笑着说完全没问题，毕竟一个人生活他早就已经习惯了。可谁能想到这刚夸下的海口这么快就要出意外了。以前在孤儿院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下一顿在哪，今天一下子吃这么多，肠胃果然还是抗议了。早知道就不贪嘴了，现在后悔也晚了，这么硬扛着肯定不行。罗迪决定下床去外面找点要吃。他推开房门，对着黑漆漆的走廊喊了一声：有人在吗？可这大半夜的，谁会在这儿等着他呢？罗迪虽然勉强下了床，但这身体根本不听使唤。这走廊看着没多长，对现在的他来说简直像在走钢丝，脚下一软，眼看就要跟地板来个亲密接触。就在这节骨眼上，一团黑漆漆的东西突然冒出来，竟然稳稳当当地把他给接住了。罗迪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抬头一看，面前竟然站着个人。这人他压根没见过，难道是烧糊涂了，在做梦？还没等他想明白，卡梅尔就急匆匆地赶了过来。看他那副恭敬的样子，眼前这个小男孩身份绝对不简单。罗迪现在哪管得了这些，嘴里一直念叨着自己不舒服。小男孩莱克西亚德显然有点不高兴，这么小的孩子病成这样，竟然没人看着，还让他在走廊里乱晃。卡梅尔这下压力大了，赶紧解释这是伊克里斯刚带回来的。莱克西亚德没打算给卡梅尔留面子，他冷着脸问：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叫医生过来。卡梅尔哪敢耽搁，应了一声就赶紧跑去请人。这走廊里一下子就剩他们2个了。罗迪这会儿烧得迷迷糊糊，下意识地抓住了莱克西亚德的手，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莱克西亚德低头看着这只小手，心里嘀咕了一句：好软。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冷冰冰的小男孩竟然没把手抽回来。不知过了多久，等罗迪再睁开眼的时候，天都已经大亮了。他迷迷糊糊地问：这是在哪儿？守在床边的卡梅尔总算松了口气：小鬼，你可算醒了。罗迪一眼就认出了他，大叔。卡梅尔赶紧纠正：叫我卡梅尔。看他这会儿精神头还不错。卡梅尔问：肚子还疼吗？罗迪笑着摇摇头：一点都不疼了。卡梅尔无奈地叹了口气：真是服了你了。卡梅尔大手一挥，直接按在了罗迪脸上。他小声嘟囔着：还真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在这个为了成功不择手段的地方，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个个都得学会硬扛。谁能想到这小丫头刚才明明疼得要命，竟然硬是咬牙挺过来了。卡梅尔这下摸头杀，把罗迪吓得够呛。卡梅尔看着窗外说：行了，天都亮了，这病也算过去了。罗迪赶紧乖巧地道谢：谢谢大叔，以后我肯定不给你添麻烦了。卡梅尔一脸嫌弃：都说了别叫我大叔。罗迪赶紧改口：不好意思啊，以后不这么叫就是了。看着眼前这个懂事的过头的小鬼，卡梅尔心里也不是个滋味。他正准备离开，还不忘回头叮嘱一句：老实待着休息，别到处瞎晃悠。罗迪赶紧把人叫住：等一下。卡梅尔停下脚步：还有什么事？罗迪小声打听：大叔，昨天那个人在哪？我想当面谢谢他。一听罗迪要找来克西亚德，卡梅尔这脸色就不太对了。想找他你自己去，我可没工夫给你当传声筒。看着卡梅尔头也不回的走了，罗迪气得直撇嘴，这大叔脾气也太臭了，告诉我不就行了，真是个差劲的下属。虽然卡梅尔让他到处转转，熟悉一下环境，但这地方也太夸张了，光是一个走廊就比以前的孤儿院大出好几倍，这要是瞎走，绝对得把自己弄丢了。罗迪灵机一动，从兜里掏出了宝贝面包，虽然有点心疼，但为了不迷路，只能拿它当路标了。他一边走一边往地上扔面包渣，这招虽然土，但确实管用。可走着走着，罗迪发现不对劲了，这么大个宅子，怎么连个人影都见不着？罗迪一边走一边嘀咕，真想快点见到他，当面把谢意说清楚。
就在转角处，一个熟悉的黑发背影出现了，这下可算逮着人了。他紧跑2步冲过去，直接拽住了莱克西亚德的手。可算找到你了，我是特意来谢谢你的。莱克西亚德回过头，看着这个冒冒失失的小鬼，你是昨天晕倒的那个，只要你病好了就行。莱克西亚德这话接得轻描淡写，完全没把救人的事放在心上。罗迪愣在原地，这天聊的怎么跟预想的不太一样？罗迪这自来熟的性格，直接把莱克西亚德给整不会了。罗迪问：“你也是新来的吗？要不咱俩组个队，以后当个伴儿？”莱克西亚德还没来得及拒绝，罗迪就开始自我介绍了：“我叫罗迪，咱们交个朋友吧。”莱克西亚德一脸莫名其妙，这小姑娘到底在想什么？罗迪根本不给他开口的机会，嘴巴像机关枪一样，说自己以前在孤儿院，还说昨天的药特别管用。这下莱克西亚德彻底服了，这人说话都不用喘气的吗？自己说的话，他是一个字都没听进去。罗迪越说越起劲，连老板给了什么好吃的，住什么房间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心也太大了。莱克西亚德在一旁看着，这小姑娘虽然吵吵闹闹，但仔细一瞧，还真有点老板的影子。莱克西亚德忍不住问：“你管伊克里斯叫老板？”罗迪还挺纳闷，难道这称呼有问题吗？在他看来，伊克里斯是发工资的大哥，自己就是个跑腿的小跟班。莱克西亚德总算听明白了，合着这姑娘是昨天才入职的新人。别看罗迪年纪小，搞钱的动力那是相当足，他的目标是攒够1000金币。莱克西亚德挺好奇，要这么多钱干什么？罗迪认真的回答，因为他要把朋友们都接过来，大家一起生活才热闹。这小算盘打得还真是挺讲义气。罗迪算得可精了，本来以为100金币就够，结果发现买大房子的要1000，这目标一下子就翻了10倍。他反过来打听莱克西亚德，问他是不是也是新来的。莱克西亚德听完都无语了，1000金币就算有钱人了吗？只要这姑娘开口，他现在就能把钱拍在桌上。他现在对罗迪是越来越好奇，罗迪倒是挺自来熟，直接提议要跟他交个朋友。莱克西亚德也没拒绝，两人就这么边走边聊。罗迪提议以后一起吃饭，莱克西亚德也没端着，一口就答应了下来。看着罗迪这副兴高采烈的样子，莱克西亚德觉得还挺有意思。虽然这姑娘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但像个小跟班一样围着自己转，感觉倒也不坏。正聊得开心呢，罗迪突然停下了脚步，对着前面喊了一声老板，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伊克里斯正站在那儿。这下气氛可就有点微妙了。罗迪一见到伊克里斯，立马就把莱克西亚德晾在一边，飞奔了过去。伊克里斯问他第一天感觉怎么样？罗迪这打工人觉悟太高了，不仅夸早餐好吃，还急着问什么时候能开工。伊克里斯让他别急，先熟悉熟悉环境再说。罗迪也没忘了身后的莱克西亚德，赶紧跟老板介绍说多亏了这位小哥带路，自己才逛完了2楼，而且两人已经成朋友了。结果这话一出，气氛一下子就变了。莱克西亚德死死盯着伊克里斯，伊克里斯也察觉到了，直接问他你到底在看什么？莱克西亚德这一开口，直接把罗迪给整不会了，他居然管伊克里斯叫叔叔。本以为大家都是新来的打工人，结果人家是老板的亲侄子，这关系户藏得也太深了。仔细一看，这俩人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莱克西亚德就像是把伊克里斯缩小了之后的样子，罗迪现在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刚才他还跟莱克西亚德吐槽过老板不少坏话，这下全完了。伊克里斯语气冷冰冰的问莱克西亚德怎么又偷跑出来了。莱克西亚德也没在怕的，反手就是一个反问，他盯着伊克里斯问他是不是打算把罗迪养起来。罗迪看着眼前这俩人，问他们是不是亲戚，一个说不是，一个说是，这下彻底给罗迪整不会了。刚才明明听见莱克西亚德叫叔叔了，伊克里斯居然还在这儿睁眼说瞎话。莱克西亚德也是个戏精，直接跟罗迪告状，说叔叔肯定是不喜欢他，才故意不认这个亲戚。罗迪这正义感一下子就上来了，对着伊克里斯就开始输出，说老板你这样说话，小孩子心里会很难受的。结果伊克里斯根本没接这茬，反而冷不丁问了一句，你到底是先认识谁的？这话问得莫名其妙，怎么听着还有骨酸溜溜的味道呢？罗迪小声嘀咕，那肯定是老板大呀。伊克里斯顺杆就爬，既然知道我是老板，那你现在该帮谁？罗迪一看这架势，赶紧使出杀手锏，他一把抱住伊克里斯，开始讲大道理，说什么家人之间要和睦，吵架多伤感情啊。这招对伊克里斯还真挺管用，他一下子没话说了。躲在后面的莱克西亚德可没闲着，他一脸得意的补了一刀，让叔叔听罗迪的话。伊克里斯心里那叫一个气，这小子小小年纪，心眼子比谁都多，简直就是只披着羊皮的小狐狸。就在这气氛僵持不下的时候，救心经终于来了。伊克里斯这动作也是够干脆的，直接把罗迪推到了金的面前，这甩手掌柜当的那是相当熟练。金这下也懵了，赶紧问老板，这到底是公事还是私事？伊克里斯回答的那叫一个一本正经，说是公事，毕竟罗迪昨天才刚入职，让金这个前辈多带带新人。金这下总算对上号了，原来这就是昨天传得沸沸扬扬的那个新来的小姑娘。安顿好了罗迪，伊克里斯转头就盯上了莱克西亚德。莱克西亚德倒是一点不虚，临走前还不忘跟罗迪打个招呼，说今天得先撤了。这小家伙最后还留了个心眼，问罗迪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罗迪凑到莱克西亚德耳边装可，说刚才说了他叔叔坏话，怕莱克西亚德以后不理他了。莱克西亚德比了个虚的手势，非要跟罗迪拉钩，说这是他们2个人的小秘密。罗迪哪见过这种阵仗，乐呵呵的就答应了，跟着金就往外走。他是真把莱克西亚德当成乖孩子。
等罗迪一走，气氛立马就变了。伊克里斯冷着脸，让莱克西亚德赶紧坐车回家。可这小祖宗哪是那么好打发的，往沙发上一瘫，直接就开始谈条件，问能不能留在这儿。伊克里斯正头疼呢，觉得这孩子又要作妖，结果莱克西亚德语出惊人，他说留下来是为了帮叔叔报仇。莱克西亚德这孩子真不简单，一开口就提到了家里的老头子。他问伊克里斯前阵子是不是又被袭击了。伊克里斯倒是淡定得很，这种刀尖舔血的日子他早就习惯了，根本没当回事。结果莱克西亚德说他已经私下把人给处理了，就因为那人手里攥着点情报，怕传到老头子耳朵里给叔叔添麻烦。这小年纪下手可真够狠的，居然还一脸天真的问叔叔自己做的对不对。别看莱克西亚德年纪小，他可是西基曼家族最后的独，也是伊克里斯跟那个家唯一的纽带。他是伊克里斯唯一的哥哥留下的血脉。西基曼家族当年那可是权倾朝野，地位仅次于皇室。可谁能想到4年前的一场绑架案，让一切都变了样。当年那场变故是伊克里斯这辈子都绕不开的噩梦。他哥哥临终前死死拽着他的手，把唯一的血脉托付给了他。那是他第一次见到莱克西亚德，这孩子当时被捆得严严实实。谁能想到这就是他们叔侄缘分的开始。莱克西亚德歪着头问，不夸夸我吗？伊克里斯这会儿根本笑不出来，要不是为了守住这份家业，他哥哥也不会丢了性命。现在的莱克西亚德在外人眼里是杀伐果断的继承人，但在伊克里斯看来，他终究只是个10岁的孩子，一个被推到风口浪尖，随时都会丢掉性命的孩子。伊克里斯心里很清楚，一旦承认了这孩子，就意味着他这辈子都别想跟西基曼家族脱开干系。这种纠缠不清的感觉让他打心底里感到排斥，但最让他忌惮的还是莱克西亚德身上那股力量。自从那场绑架案之后，这孩子就彻底变了。刚才说起处理掉那些人时，那副冷静到残酷的样子，根本不是这个年纪该有的。莱克西亚德还在这儿讨赏呢，非要叔叔夸夸他。当年哥哥临终前的嘱托，就像一道解不开的枷锁，死死地扣在伊克里斯身上。伊克里斯心里其实很乱，这孩子就像个甩不掉的包袱，越想推开，反而缠得越紧。他试探着问了一句：“要是自己不答应呢？”结果莱克西亚德根本不吃这一套，小年纪语气里全是威胁。他说：“既然叔叔不给，那他就自己动手去拿。”伊克里斯心里直打鼓，问他到底想干嘛。莱克西亚德倒是挺自来熟，打听家里有没有空房间。伊克里斯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可莱克西亚德根本不吃这一套，自顾自的就要定下2楼的房间，完全没把对方的拒绝当回事。伊克里斯又强调了一遍，说真的没有空房了。结果莱克西亚德回了句知道了，转头就走。走之前他还不忘补上一句，会让布罗迪先把房间空出来。看着莱克西亚德离开的背影，伊克里斯叹了口气，这小祖宗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让人省点心？金带着布罗迪走在走廊里，他客气的打招呼，说自己叫金，怎么称呼都行。布罗迪倒是挺大方，直接报上了名号。金接着说，从今天开始，你就要开始接受各种课程培训了。金确认了一下布罗迪的年龄，布罗迪兴奋的不行，说自己马上就要8岁了。看来这小姑娘对长大这件事还挺期待的。金听完布罗迪的话，笑着说，那可太棒了，看来这小姑娘的干劲确实挺有感染力。既然要开始培训，第一步得先去总务办登记。金牵着布罗迪来到门口，说要先录入一下基本信息。布罗迪倒是挺配合，脆生生的应了一句。金在门上扣了几下，报上了自己的名字。里面的人应声让进。这扇大门一推开，布罗迪的培训生活就算是正式拉开序幕了。布罗迪一进屋就开始四处打量，这地方对他来说新鲜的很。办公桌后的男人头都没抬，还在那儿念叨伊克里斯大人的吩咐。他感觉到有人靠近，随口问了一句：“金，你什么时候缩水变得这么矮了？”金在后面赶紧出声说：“帕德里德先生，我在这儿呢。”帕德里德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桌子边上趴着个小不点，原来这就是最近大家都在传的那个新人。正事要紧，帕德里德指了指文件，说钥匙已经和资料一起放进保险库了，让金带他去核对一下。金把东西递了过去，说：“布罗迪，从现在开始，这把保险库钥匙就归你了，只要去地下的保险库房设好自己的密码，以后想怎么用都行。”布罗迪还有点没反应过来，保险库？金笑着解释，不管是平时用的东西，还是以后领到的薪水，全都能存在里头。既然东西都领了，那接下来的手续也得办完。金顺手递过来几张表格，让布罗迪先把信息填好。看着手里的笔，布罗迪这下可犯了难。他小声嘀咕了一句：“我不识字，也不会写字。”这话说的确实有点尴尬。帕德里德听完赶紧道歉，说刚才确实是他考虑不周，毕竟布罗迪年纪还小，没学过这些也正常。金在旁边倒是挺热心，说没关系，你直接告诉我，我帮你写就行。可帕德里德却叫住了金，他觉得光靠别人代笔终究不是个长久之计，不如直接请个家庭教师教他学习帝国的文字。这话一出，布罗迪整个人都精神了，要是真能学会认字，那以后的日子可就完全不同了。本来是说要找个家庭教师，结果布罗迪怎么也没想到场面居然会变成这样。凯文直接上手揪住了埃基西翁，他质问埃基西翁是不是打算当众挑战他的权威。埃基西翁倒是一点不虚，还拿身份等级在那儿说事。布罗迪在旁边看傻了，这哪是请老师，这分明是请了个火药桶回来。办公室里，帕德里德正愁得按太阳穴，他也是纳闷，怎么这几位老师一见面就掐架，就没个消停的时候。凯文和埃基西翁为谁当老师吵得不可开交，帕德里德实在听不下去了，直接拍板两人一起负责带这个新人。海洛这下可不乐意了，嚷嚷着自己也能教。
帕德里德看着这乱糟糟的局面，头都大了。海洛倒是自来熟，凑过去问布罗迪，刚才开那个保险库到底拿了多少好处费？布罗迪老老实实比划了一下，结果海洛一听就炸了，说这点钱哪够啊，简直是在打发叫花子。他甚至还给布罗迪出主意，让他以后直接找伊克里斯要，起码得翻个100倍才行。凯文最后直接下了结论，说布罗迪这是被老板给坑了。布罗迪哪见过这阵仗，整个人都听傻了，老板居然在坑他。帕德里德赶紧出声提醒，让凯文说话注意点，这种话要是传到伊克里斯耳朵里，那后果可就真的严重了。就在这几个人聊得正欢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了动静，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就变了。凯文倒是心大，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对布罗迪管伊克里斯叫老板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一拍大腿，觉得自己以前怎么没发现老板这个称呼这么带感。他甚至还打算跟着布罗迪一起改口，以后也管伊克里斯叫老板。埃基西翁在旁边吓得魂儿都快飞了，一个劲儿的在底下捅他，想让他赶紧闭嘴。凯文还不耐烦了，回头问埃基西翁：“你老捅我干什么？”在他看来，平时叫伊克里斯大人，听着死板又严肃，一点意思都没有。要是改口叫老板，那听着多像贫民窟的黑帮老大，这感觉简直太棒了。可他还没笑出声，身后的阴影里，一双发红的眼睛已经盯上他了。聊得挺开心啊。伊克里斯这一开口，屋里的温度唰的一下就降到了冰点。凯文刚才还在这儿口若悬河，现在恨不得把舌头给吞回去。他赶紧在那儿打哈哈，说刚才那些全是胡说八道，自己这人没别的爱好，就是喜欢把说过的话当废话给吃了，求生欲简直拉满了。伊克里斯可没心思听他耍贫嘴，直接甩出一句狠话：“既然你这么闲，那就听好了，我打算把这孩子培养成我的接班人。”这话一出，凯文整个人都懵了，这玩笑开的也太吓人了，谁敢接这个班啊？就在这气氛僵住的时候，布罗迪突然凑了过来，他眨巴着大眼睛问：“老板来，克西亚德去哪了？”伊克里斯头也不回的答了一句：“他已经走了。”布罗迪也是纳闷，这才刚见上一面，怎么走得这么快？布罗迪还在那儿替莱克西亚德说话，觉得那小哥哥人挺好的，两人刚才相处的也不错。伊克里斯却是一脸嫌弃，觉得也就那样吧，这态度明显是不想承认。布罗迪紧接着又表了态，说自己打算在这儿好好识字，省得以后给老板丢人。伊克里斯倒是没反对，随口应了一句：“那就好好学吧。”结果布罗迪还没说完，扭扭捏捏的又叫住了他。伊克里斯这会儿正忙着呢，让他有话快说。谁能想到布罗迪憋了半天，竟然问他等学会了认字，能不能再像上次那样摸摸他的头。伊克里斯这回倒是干脆，没等布罗迪学会认字，直接伸手就摸了上去。他问：“就像这样，你是想要夸奖吗？”布罗迪想都没想就点头，这副样子让旁边围观的几个人全看呆了。凯文在那儿捂着胸口，这谁顶得住啊？伊克里斯难得露出了笑脸，他直接给布罗迪下了个挑战，说只要你够努力，努力到让我把这帮闲人都给开了。布罗迪那是信心满满，大声答应着一定好好干。这下轮到凯文慌了，赶紧在旁边求饶，说：“大人，我真的知错了，您可千万别真把我给开了呀。”伊克里斯交代帕德里德把剩下的文件处理好，转头又叮嘱布罗迪：“小鬼丢好好学习。”交代完这些，他直接推门走了出去。走在长廊里，伊克里斯嘴角忍不住上扬，这丫头胆子确实够大，面对这么多大人，说话做事一点都不露怯，看来是真的不用替他操心了。布罗迪已经开始练字了，他指着纸上的名字问：“我的名字是这么写的吗？”凯文在旁边拼命鼓掌，夸他写的真棒，就连旁边的埃基西翁都忍不住感叹：“这新人确实聪明，老板亲自招进来的人，果然就是不一样。”没一会儿功夫，纸上就写好了另一个名字。凯文在旁边趁热打铁，问他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布罗迪大声念了出来：“伊克里斯。”这清脆的小嗓门，听得凯文赶紧夸奖：“写的真棒！”凯文看着手里的字，简直不敢相信：“罗迪，你绝对是个天才。”他接着预测，照这个进度，不出几个月，你就能把帝国文字全学会了。罗迪听了，在那儿偷着乐。就在这时，埃基西翁突然插了一句：“罗迪，你真的有那种透视能力，能看到藏在里面的东西？”罗迪干脆的应了一声。埃基西翁直接出了道题：“那你倒是说说，我现在这只手在干什么？”布罗迪脱口而出：“是个拳头。”埃基西翁还不信邪，又换了个手势问：“那这个呢？”布罗迪随口就报出了数字，2根手指。凯文也跟着起哄，指着帕德里德手里的盒子问：“那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帕德里德一脸严肃，让他别带着孩子胡闹。凯文却不以为然，这可不是在玩，这就是训练的一部分。他指着桌上的黑盒子，让布罗迪再瞧瞧。布罗迪盯着盒子看了一会儿，直接给出了答案，里面有一串钥匙，还有2个亮晶晶的石头。凯文打开盒子一瞧，直接愣住了，还真让他给说中了，里面确实是一串钥匙，还有2块发光的石头。不过凯文仔细一看，发现这可不是普通的宝石，而是更有价值的魔石。他转头问布罗迪：“以前见过这玩意儿吗？”布罗迪一脸懵懂的反问：“魔石也是宝石的一种吗？”凯文这下心里有数了，这孩子虽然天赋异禀，但常识方面还是个新手。他突然想到个偷懒的法子，既然你能透视，那平时偷偷看书学认字不就行了？何必非要等现在才学？结果布罗迪的回答让大家都没想到，他说这种能力看多了肚子会饿，这理由还真是让人没法反驳。布罗迪这肚子是真不经饿，刚说完透视费体力，这会儿就想去吃东西了。他眼巴巴地看着凯文，问能不能先去填饱肚子。凯文倒是挺大方，就是担心他找不着食堂。结果布罗迪记性好得很，说早上已经由大姐姐带他认过路了。
临走前他还没忘了正事，特意问了一句：“吃完饭还能回来接着学吗？”凯文听了自然是满口答应，还顺着话茬问他接下来最想学什么词。布罗迪停下脚步，突然一脸认真地喊了声凯文。他说：“我想把大家的名字都学会，不管是凯文还是其他人的，一个都不能少。”看来这孩子是真心想记住这里的每一个人了。凯文笑着叮嘱，让布罗迪慢慢吃，不用急。凯文突然叫住了帕德里德，帕德里德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了一句不得了的话。凯文居然在琢磨，我是不是该赶紧结个婚，也生个这么可爱的女儿。这话把帕德里德都给听懵了，这思维跳跃的也太快了。而另一边，布罗迪正开心的往食堂跑，满脑子都是好吃的，结果转角就撞上了人，这一下摔得可不轻。女人非但没打算扶一把，反而一脸嫌弃地质问：“你怎么在这儿？走路能不能长点眼？”还没等布罗迪反应过来，女人就急匆匆的走掉了，留下布罗迪一个人坐在地上生闷气。这人到底什么毛病？可就在这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股黑气突然缠上了布罗迪，原来是莱克西亚德。转眼间，布罗迪已经和莱克西亚德坐到了餐桌前，看着满桌子的好菜，布罗迪整个人都兴奋了。他忍不住感叹：“哇，这些看起来也太好吃了。”莱克西亚德随口问了一句：“你刚才说饿坏了，难道是因为饿得腿软才摔倒的？”布罗迪赶紧解释：“才不是呢，我是撞到了一个女人才摔的。”莱克西亚德愣了一下：“女人？”布罗迪点点头：“对啊，她还穿着一身红衣服。”这话一出，莱克西亚德心里就有数了，在这地方谁会这么没礼貌？布罗迪看他半天没动静，奇怪地问：“你怎么不吃啊？”莱克西亚德这才回过神来，赶紧往嘴里塞了一口。布罗迪问：“难道今天又是来找老板的？”莱克西亚德赶紧解释：“今天他是专门来找布罗迪的。”布罗迪这下可意外了，指着自己确认：“找我？原来这小姑娘心里还记着仇呢。”他抱怨说：“昨天你招呼都不打就走了，我当然会不高兴啊。”莱克西亚德也没想到布罗迪会这么在意这件事，他赶紧表态，下次走之前一定先打招呼。布罗迪这才算消了气，不过他还是想不通，莱克西亚德找他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布罗迪正吃得欢呢，莱克西亚德突然抛出一个重磅话题，他盯着布罗迪问：“你这能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布罗迪想了想，说：“那可早了去了，当初还在孤儿院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那时候院长口袋里明明藏着糖，却非说没有，结果布罗迪直接当面拆穿，说糖就在你兜里呢。这下可把院长给吓着了，抓着他没完没了地盘问。”布罗迪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自己和普通小孩不一样。莱克西亚德听得直皱眉，问他是不是把实话全说了。布罗迪倒也老实，点点头说全招了。莱克西亚德追问：“所以从那以后就只有院长知道这件事吗？”布罗迪一边嚼着饭一边说：“其实还有几个职员也知道，不过那个老师已经不在这儿了。院长当时为了不让别人觉得他是怪胎，特意把这事儿给瞒了下来，还一直叮嘱布罗迪说这种能力是不好的东西。虽然被警告了，但布罗迪还是会偷偷用上那么一两回。”莱克西亚德这下明白了，怪不得叔叔能发现你，还把你带到了这儿。布罗迪想起这事儿就觉得解气，他说当时老板还专门为了他去教训了院长，这确实是伊克里斯的行事风格，要是为了家里人，他可从来不讲什么客气。聊完了自己的事，布罗迪又开始操心起莱克西亚德了。他好奇地问：“你整天用那些黑烟，难道就不会觉得累吗？”莱克西亚德倒是淡定得很，他说：“只要这些黑烟一出来，别人都会自觉地躲得远远的，反而省了不少麻烦。”莱克西亚德一边展示一边解释说：“这些黑烟可不只是手，还能当绳子或者落脚点，简直就是全能的帮手。”布罗迪挺纳闷，问他用多了会不会累，结果莱克西亚德摇摇头，说自己从来没这种感觉，这天赋确实让人羡慕。布罗迪听完更酸了，他说自己只要一用能力，肚子就会饿得特别快，甚至连看东西都晕乎乎的，这代价也太大了点。莱克西亚德听得很认真，他说这次先聊到这儿，下次再找机会多问问。饭也吃得差不多了，莱克西亚德问他接下来打算干点什么。布罗迪歪着脑袋，还没想好怎么安排。布罗迪这会儿来了兴致，指着楼下说：“2楼我都逛遍了，现在特别想去下面看看。”放眼望去，1楼大厅全是工会的人。布罗迪小声嘀咕：“原来底下还有这么多人啊！”莱克西亚德在旁边接话说：“这儿其实有魔法装置，不用爬楼梯就能上下，听着倒是挺省力的。”结果布罗迪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说之前试过一次，穿着这身衣服挤在里面，感觉闷得透不过气。莱克西亚德听完乐了，调侃说：“那玩意儿确实是给那些讲究的长辈做的。”布罗迪一听这话，立马拍板决定：“那我也跟着你多走2步。”刚下楼梯，布罗迪就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这工会大厅确实够气派。他指着远处那个大房间问莱克西亚德：“那地方是干嘛用的？”莱克西亚德随口解释：“那是办宴会的大厅，平时可不随便开。”布罗迪一听宴会，脑子里全是好吃的，赶紧打听那儿有没有肉。莱克西亚德也是真宠他，直接问他想不想要，只要他想吃，现在就能安排上一场。布罗迪这下反倒有点懵了，这无缘无故的，干嘛要搞这么大阵仗？莱克西亚德倒觉得理所当然，只要是他们2个想吃，谁敢说个不字？布罗迪正乐呵着，突然在人群里发现了熟人，就是之前见过的那个女人。他总觉得这女人不太对劲。莱克西亚德在旁边问：“哪里不对？”布罗迪这双眼睛可不是摆设，他压低声音说：“那女人衣服下面藏了好多针，还不止这些，连锋利的小刀都带了好几把。”
布罗迪一脸淡定，说街上的小偷也都这么带。莱克西亚德觉得带刀的肯定不是好人，结果布罗迪直接反驳，说小偷其实一点都不坏，因为当初就是他们救了自己。这逻辑让莱克西亚德没法接话，布罗迪也没纠结，指着旁边的一扇门问：“这又是通往哪里的？”莱克西亚德告诉他，那是通往蜥蜴图书馆的路，既然都走到这了，那肯定得过去瞧瞧。去图书馆的路倒是不远，莱克西亚德说，穿过这片花园就到了，而且那里还有个大惊喜，保准罗迪会喜欢。这大户人家的院子确实修得挺像样，到处都是盛开的玫瑰。就在这时候，卡梅尔正一边走一边抱怨，说每次出门都累得够呛，看来这差事也不好干。罗迪哪见过这种场面，对着大喷泉一阵感叹，只夸这地方太漂亮了。卡梅尔在旁边看着这两个孩子，自言自语说了一句，看来他们又凑到一块了。别看这莱克西亚德笑得挺甜，其实他才是最危险的那一个，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一旦动起手来，根本没人拦得住。虽然看着挺稳重，但他到底还是个孩子，脾气上来了，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卡梅尔心里也犯嘀咕，这两个孩子都有特殊能力，凑在一起简直就是个定时炸弹。既然上头没打算把他们分开，那肯定是有别的用处。罗迪可没想那么多，看到熟人就直接冲了过去。大叔，这一嗓子喊的把卡梅尔的思绪全给打断了。卡梅尔这会儿正郁闷呢，怎么又被叫成大叔了？罗迪倒是兴致挺高，拽着裙摆显摆个不停，说这身新衣服是专门挑的，不仅好看，现在身上还香喷喷的。卡梅尔听得一头雾水，这小姑娘到底想表达什么？她现在只想赶紧干完活走人，这差事干得实在太心累了。就在这时候，莱克西亚德突然走了过来，一开口，气氛就彻底变了。莱克西亚德盯着卡梅尔说，二楼好像没打扫干净，不仅有脏地方，甚至还掉了一些红头发。卡梅尔这下反应过来了，赶紧点头哈腰的保证说，马上就去把二楼打扫干净，生怕这位小少爷再挑出什么毛病。结果莱克西亚德反倒笑了，说其实刚才他看过了，二楼连个灰星子都没有，这变脸的速度真是让人捉摸不透。罗迪一听要打扫卫生，那可真是撞到他手心里了。他拍着胸脯说，以前在孤儿院的时候，老师都夸他是家务小能手，他甚至还想帮卡梅尔分担点，觉得只要自己够努力，说不定还能给老板带去好运。这脑回路把在场的人都给整不会了。可惜这份热情直接被浇了冷水。莱克西亚德提醒他，现在最要紧的是去学帝国文字，别整天想着这些有的没的。罗迪虽然有点不情愿，但也只能乖乖跟着走，毕竟正事要紧。罗迪临走前还不忘叮嘱，说一个人干活太辛苦，要是真忙不过来，记得一定要找他帮忙。卡梅尔点头应了一声，告别了卡梅尔。罗迪一转身就看到老板正站在楼梯口，他赶紧一路小跑过去，嘴里还甜甜的喊着老板。结果老板就那么干站着，一句话也不说。罗迪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站在这儿发呆。老板倒是挺任性，直接回了一句，因为我乐意。这下把罗迪给整不会了，他哪见过这种场面，只能一脸懵的看着老板。老板看着眼前这个小姑娘，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虽然他从来没养过狗，但现在这场面真的太像小狗在迎接主人了。伊克里斯看着莱克西亚德，一脸嫌弃的问，你整天带着他干什么？罗迪直接回了一句，这是我的朋友。伊克里斯听完直接无语了。罗迪在一旁小声嘀咕，老板你这么凶，真的没关系吗？看起来就像个坏叔叔。莱克西亚德倒是淡定，说叔叔平时就这样，习惯就好了。伊克里斯显然不想在这儿多待，问莱克西亚德怎么还不回家。结果莱克西亚德一句话就把他噎住了，他说这儿就是我的家。伊克里斯气得直挠头，这孩子到底跟谁学的，脾气怎么这么卷？莱克西亚德盯着他，冷冷地吐出一个字，你。这下伊克里斯彻底没话说了，只能自认倒霉。他叹了口气，告诉罗迪，孤儿院的院长已经换人了。罗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瞪大眼睛确认，真的吗？伊克里斯点点头，但这事儿在大庭广众下说不方便，得找个没人的地方细聊。伊克里斯带着罗迪往里走，心里还在感叹，这孩子为了活下去，真是把能使的劲儿都使上了。伊克里斯轻描淡写地抛出一个重磅消息，他已经把整个孤儿院都买下来了，那个院长这辈子都别想再回去。罗迪这下是真的被镇住了，老板竟然真的兑现了诺言。以前那些口口声声说要救他们的人，最后全都是拍拍屁股就走。可还没等他缓过神来，伊克里斯接下来的话直接让屋里的温度降到了冰点。他说那个院长现在就被关在地下室，问罗迪打算怎么处置，是拿去喂狗，还是直接扔进水里喂鱼？这种血腥的选择题，罗迪哪见过，整个人僵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脑子里全是以前的事，那时候在孤儿院生病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同伴烧得满脸通红，老师求院长带孩子去医馆，结果那家伙头都不抬，直接回了一句，想治病就自己掏钱，要是再敢多说一个字，连老师都得卷铺盖走人。一小瓶药水要分给20个人，剩下的钱全进了院长的口袋。他在金币堆里笑得开心，孩子们却连肚子都填不饱，只有赞助人来的时候，大家才能吃上一顿像样的饭。可只要外人前脚一走，后脚他们就成了院长嘴里的脏东西，不仅要挨饿，还要被指着鼻子骂成是小偷。这些账罗迪一笔一笔都记在心里，既然现在这人落到了他手里，那以前受过的那些委屈可就没那么容易翻篇了。罗迪终于下定了决心，那就选那个最痛苦的办法吧。伊克里斯听完倒是挺满意，就按你说的办。他随口吩咐了一句，这事儿就算定下了。罗迪虽然嘴上说得狠，可心里到底还是委屈，他直接扑进伊克里斯怀里，像是终于找到了能撑腰的人。
伊克里斯一边安抚着他，心思却早就飘到了别处。这事儿可没表面上那么简单，接下来他还有更重要的账要算。虽然心里装着不少事，但眼下伊克里斯还得先应付这个小祖宗。罗迪这会儿心智正高，非要展示一下自己的艺术天赋。看着手里这叠纸，伊克里斯这下是真难办了。伊克里斯开始安排罗迪的教育，他让罗迪把想学的东西都告诉那位老师，甚至还提到了体能训练。罗迪还没反应过来，伊克里斯就直接点破了，在这地方学会自保才是头等大事。这话听着挺残酷，但在他眼里，没人会无缘无故救你，要是没本事丢了命，那只能怪自己没用。罗迪显然被吓到了，可伊克里斯没打算停下，他招招手，让这孩子过来看看手里的东西。结果这一看，气氛一下子就变了，纸上歪歪扭扭写着伊克里斯是个大坏蛋，还一直在欺负人，刚才还一脸严肃讲大道理，这下轮到他没话说了。这小祖宗还真是个烫手山芋。罗迪直着纸上的字问，这是老大的意思吗？伊克里斯赶紧纠正，这叫工会会长，还有这个是团长，那个才是你的名字布罗迪。结果绕了一圈，罗迪还是盯着那句坏蛋不放，还说自己最想学的就是这个。伊克里斯这下头大了，这孩子到底跟谁学的？他非要把那个教坏小孩的给揪出来不可。凯文正举着双手受罚呢，他倒觉得挺有意思，结果帕德里德一句话就把他堵回去了。再这么闹下去，团长非要让你举到天黑不可，这日子是真不好过。凯文这会儿也蔫了，在新人面前，这当前辈的威严算是彻底没了。帕德里德这会儿是一个头两个大，他甚至想让凯文干脆辞职算了，可这帮老油条哪是那么容易管的？海洛还在旁边煽风点火，让大家跟他学。帕德里德心里清楚，这屋子里最不靠谱的其实就是海洛。闹剧演得差不多了，帕德里德终于打算说正事。为了给新来的布罗迪营造个好环境，他直接在工会里立下了新规矩，不许骂人，更不许动粗。这话一出，埃基西翁第一个就不理解了。他问，那咱们出去干活的时候，要是动了手算谁的？帕德里德倒是分得清，只要不在家里闹，外头发生什么他可不管。埃基西翁还在那儿钻空子，问要是有人太烦了，能不能动手？凯文一听就炸了，这不明摆着在点他吗？帕德里德这规矩定的，让这帮大老爷们儿全犯了难。海洛还在这儿凡尔赛，说自己动手全是本能，根本控制不住。帕德里德在旁边听的头都要炸了，从工会高层沦落到带孩子，这落差谁受得了啊？不过帕德里德可没打算收回成命，他转头就开始分工，让卡梅尔负责盯着这两个小的，毕竟他最了解情况。至于凯文，帕德里德直接给他派了个苦差事，让他负责基础训练。这下凯文彻底傻眼了，他最讨厌的就是教人东西。可帕德里德这招更狠，说是教孩子，其实是想把凯文给拴住。要是布罗迪以后学坏了，这锅全的他一个人背。最后还不忘补上一刀，要是再敢教那些乱七八糟的话，直接扣工资。这下算是彻底掐住他的命门了。帕德里德转头看向金，本来想让他先去跟孩子套近乎，结果这哥们儿手里的活儿实在太多，根本抽不出空。既然这样，下周的工作量得重新排一下了。金以后就专门负责教布罗迪一些基础的东西。接下来就是埃基西翁了。帕德里德这回语气挺客气，说是除了发工资，还得辛苦他偶尔充当一下监护人。毕竟布罗迪看着再怎么成熟，本质上也还是个孩子，总得有人在旁边盯着才行。帕德里德倒也痛快，这差事他直接就应下。至于平时的生活起居，帕德里德打算亲自把关，要是缺了什么或者想买什么，直接给他留个便条就行。海洛这会儿又凑了上来，想把管钱管物资的活儿揽过去，结果帕德里德根本不接这茬，甚至还问他怎么还没辞职。这嫌弃的意思简直不要太明显。海洛在旁边嘟囔着他太刻薄，可帕德里德压根没打算理他。事情交代的差不多了，帕德里德起身准备走人。这工会里的带娃大计总算是暂时定下来了。卡梅尔心里跟明镜似的，布罗迪这身本事是宝贝，更是个烫手山芋，这要是传出去，外头那些仇家非要疯了不可。现在的他就像个还没长大的满级大佬，虽然强得离谱，却还没意识到自己正处在风口浪尖。埃基西翁倒是觉得只要不出这道门，布罗迪就是绝对安全的。金也明白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既然这担子已经挑起来了，那就要把这孩子带好。夜深了，工会里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布罗迪这小丫头大半夜的还不消停，拿着糖果倒出现殷勤。卡梅尔看着这颗糖，心里直犯嘀咕，这都几点了还吃甜的？布罗迪倒是一脸大方，说是别人给的好东西。卡梅尔这老江湖忍不住想给新人上课，他一脸严肃地告诫布罗迪，别对谁都这么没心没肺，不然以后有的是苦头吃。他还特意强调，得把工作和私生活分清楚，这在工会可是生存法则。布罗迪嘴上答应得痛快，转手又把糖递了过来，这下把卡梅尔整不会了。刚立的规矩一下子就被这孩子给破了。看着布罗迪这副赖皮样，卡梅尔也是没招了，看来想把这小丫头教成冷面杀手，这路还长着呢。看着布罗迪这副笑脸，卡梅尔总觉得这孩子太单纯，是因为年纪小，还是因为看着太弱不禁风？布罗迪倒是挺自来熟，还说两人的名字听着挺像，这套近乎的本事确实让人没法拒绝。卡梅尔最后还是把糖吃了，虽然嘴上说着一般，但心里的防线明显松动了。不过他可没忘记正事儿，之前那个女人身份已经查清楚了，她不过是个探路的喽啰，真正难对付的家伙恐怕还藏在这座城里的某个角落。卡梅尔
早就把事情告诉了伊克里斯，抓到刺客的头功其实得算在布罗迪头上。布罗迪一脸纳闷，为什么要告诉他是我做的？卡梅尔倒是大方，直说是给他的买糖钱，顺便安抚了一下这小丫头，让她赶紧去睡觉。结果话音刚落，这人唰的一下就没影了。布罗迪还没反应过来，走廊里就剩他一个人了。布罗迪也打算回房休息，可走着走着，他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罗迪一个人走在空荡荡的走廊，喊了好几声卡梅尔，可周围静得吓人，这种地方该不会真的有鬼吧？罗迪赶紧给自己壮胆，说自己一点都不怕，以后还要在这里出人头地赚大钱呢，怎么能被这点小场面吓到？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脚步声，罗迪整个人都僵住了。等他看清来的人是谁，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原来是卡梅尔。卡梅尔一把将他抱起来，直接带回了房间，催着他赶紧睡觉。罗迪嘴上说着要睡了，可躺在被窝里又开始耍赖，说自己其实一点都不困。卡梅尔可不惯着他，直接放话说现在不睡以后就长不高了。一听这话，罗迪吓得赶紧闭上眼，这招对付小孩子果然百试百灵。看着罗迪终于睡熟了，卡梅尔轻声说了句晚安。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周末，今晚可是个大日子。莱克西亚德答应要给罗迪办个派对，现在的罗迪可不一样了，不仅有了自己的小金库，连衣服都换成了最漂亮的款式，再也不用穿以前那些旧衣服了。女仆帮罗迪打扮得漂漂亮亮，罗迪嘴甜的不行，赶紧跟人家道谢。不过他最关心的还是莱克西亚德，结果一打听才知道，那小子今天居然要留在工会，暂时回不来了。就在罗迪有点小失望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了动静，伊克里斯喊了一声老鼠屎，这话一出口，气氛全变了。伊克里斯反问，既然不是老鼠屎，那你倒是说说看，你到底是什么？这一见面，伊克里斯就开始给罗迪起外号，罗迪心里可不平衡了，凭什么对女仆就客客气气的，对自己就这么随便？结果伊克里斯更过分，直接叫他爱哭鬼和大饼脸。罗迪气得不行，伊克里斯倒是一脸淡定，根本没把他的小脾气当回事。闹归闹，伊克里斯突然话锋一转，问他还记不记得进孤儿院之前的事。罗迪愣了一下，摇摇头说自己全忘了。罗迪是真的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可伊克里斯却没打算就这么算了，他语气严肃，非要罗迪再努力想想。看罗迪这副纠结的样子，伊克里斯心里其实另有打算。当初为了查清楚莱克西亚德的力，他们可是费了不少劲。结果呢，只要是稍微有点线索的人，全都在查到一半的时候莫名其妙死掉了，所有的信息都被抹得干干净净。就在大家都快放弃的时候，罗迪出现了。这个同样拥有特殊能力的小女孩，简直就是从天而降的变数。她进孤儿院之前的记录全是空白，这在伊克里斯看来绝对不是什么正常现象。他敢肯定，罗迪身上一定藏着解开莱克西亚德力量之谜的关键。罗迪这下是真急了，在那儿撒泼打滚，直嚷嚷说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他盯着伊克里斯怀里的东西，伸手就要抢。伊克里斯顺势逗起他来，想要吃的那得先学会怎么求人。罗迪气得直跺脚，说莱克西亚德果然没看错，伊克里斯就是全天下最坏的老板。结果伊克里斯刚把袋子收回去，罗迪瞬间就没脾气了，乖乖改口求饶，这变脸速度也是没谁了。拿到小饼干的罗迪，刚才的委屈全抛到了脑后，吃的那叫一个香。伊克里斯看着他这副样子，随口问了一句：派对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他心里气十门二清，这丫头这么兴奋，到底是期待派对，还是在期待见某个人？罗迪还没来得及回答，门口就传来了动静，说曹操到，莱克西亚德终于回来了。莱克西亚德这一露面，罗迪那是连1秒都等不了，直接飞扑了过去。伊克里斯还是不放心，他压低声音交代，只要发现一点不对劲，立马把两人带走隔离，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随着大门推开，派对总算是正式开始了。罗迪哪见过这阵仗，整个人都看呆了。凯文笑着打趣，别把手里的盘子给摔了。布罗迪一听就不乐意了，在那儿小声嘟囔，别老是拿他开玩笑，他只是还没适应这种大场面。莱克西亚德倒是很细心，轻轻叫了一声罗迪，他主动牵起罗迪的手，像是要给他一点底气。这小小的举动比什么安慰的话都管用。两个孩子就这么手拉着手，大大方方的走进了会场。罗迪脸上的紧张一下子全没了，笑得那叫一个灿烂。可就在他们踏入大厅的一刻，原本热闹的派对突然变得鸦雀无声，周围的宾客全都停下了动作，齐刷刷的看向门口。这气氛转得也太快了，罗迪有点懵，怎么突然就没声了？莱克西亚德也察觉到了不对劲，这安静的确实有点反常。凯文直接拍了拍手，这嗓门一开，全场都被他镇住了。他说：盯着看什么呢？又不是没见过新人入职，要么各忙各的，要么就过来打个招呼，别在这儿干站着。周围那些悄悄话，罗迪听得清清楚楚，都在纳闷这小不点是谁？难道大家都不喜欢他？结果还没等他想明白，人群里突然钻出个男人，这一弯腰差点没把头磕地上。紧接着好几个人都围了上来，又是自我介绍，又是喊他大小姐，这热情劲儿跟刚才的冷场简直是两个极端。罗迪这下总算放下了心，大大方方地报上了名字，我是罗迪。大门猛地被撞开了，一个穿着华丽礼服的女人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她直奔凯文而去，扯着嗓子喊他的名字。还没等凯文反应过来，一大捧鲜花就塞到了他怀里。女人大声宣布：请跟我交往吧。这突如其来的告白让凯文头疼的不行，罗迪在一旁看得一愣一愣的，这又是哪出戏？这女人到底是谁啊？凯文这会儿头都大了，赶紧先跟罗迪撇清关系，说他俩一点事儿都没有，让罗迪千万别误会。这女人还不死心，非要问个为什么。凯文直接搬出规矩，
说内部人员禁止谈恋爱，这理由找的也是没谁了。看这女人还想纠缠，凯文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叫人把她带走，还放了狠话，说再有下次就彻底绝交。就在这时候，埃及西翁端着杯子过来了，看来这烂摊子还得他来收场。埃及西翁这一露面，这女人直接傻眼了，还没等她反应过来，埃及西翁就开始翻旧账了。他问这女人刚才是不是管凯文叫大人来着？结果这女人翻脸比翻书还快，直接就是一个否认。凯文解释说，为了避免以后出乱子，现在只能在这儿玩过家家，给罗迪当个便宜老爸。埃及西翁没跟女人废话，说最近组里来了个新人，也就是咱们的罗迪。这女人一听就不平衡了，凭什么凯文对新人这么好？他说这种事他也能干。这下连埃及西翁都听不下去了，赶紧让人把他带走。看着他一边被拽走，还一边喊着凯文的名字，埃及西翁叹了口气，这组织里怕是没一个正常人。闹剧总算告一段落，罗迪这心大的居然还在这儿打哈欠呢。他正对着满桌子菜大快朵颐，看他这吃相，凯文都忍不住吐槽了，说他再这么吃下去，迟早得变成小猪。罗迪可不管那些，一边塞一边反驳，说要把这儿的东西全吃光。就在这时候，伊克里斯的助手过来了，说老板在3楼等着，让凯文过去一趟。凯文倒是干脆，嘱咐了罗迪2句，就准备动身。埃及西翁叫住了那个助手，问他之前交代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助手点点头，说已经把花带给伊克里斯了。罗迪的直觉准得惊人，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埃及西翁还在旁边纳闷呢，这刚来的新人能看出什么？罗迪盯着那个助手的背影，说这人身上有股违和感。结果话音刚落，那边就出大事了。谁能想到这助手是个狠角色，趁着凯文没防备，直接从背后掏出了刀子，这白明了是要下死手啊！好在凯文反应够快，这要是慢上半秒，命可就交代在这儿了。他反手就是一个飞踢，直接死死掐住了助手的脖子。刚才那把偷袭的匕首也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这助手被掐得直翻白眼，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到底是哪儿露了馅。凯文冷笑一声，说出了第一个破绽：埃及西翁那家伙从来不加班，更不可能要什么加班费。他一边嘲讽这杀手脑子不够用，一边从对方领口扯下了一个亮晶晶的小亿。凯文提醒他，既然要搞潜伏调查，起码得把戏演全套了。他随手把那东西捏碎，语气里满是不屑。看来这种一次性的消耗品，对方派来了不止一个。凯文盯着眼前这个冒牌货，直接把话挑明了：之前那个老糊涂派来的杀手，应该是你的同伙吧？看来这背后的主使已经按捺不住，要开始大清扫了。凯文这会儿已经彻底没耐心了，这种小把戏玩多了真挺没劲的。既然这杀手打算当个哑巴，那留着也没什么用了。他最后问了一句，还是不打算开口吗？行吧，那这出戏就演到这儿了。埃及西翁拉着罗迪复盘刚才的情况，他挺纳闷，这小姑娘到底是怎么一眼看穿伪装的。罗迪倒也诚实，说那人身上插满了奇怪的剑，还挂着个特别扎眼的项链，这观察力简直像开了挂一样。埃及西翁在心里暗暗感叹，这小姑娘的能力确实有点离谱，看来以后绝对是个狠角色。就在这时候，莱克西亚德拿着好吃的过来了。罗迪这个小吃货一看见吃的眼睛都直了，莱克西亚德倒是挺大方，直接把吃的递了过去。可罗迪还没来得及高兴太久，埃及西翁突然话锋一转，他说要来个突击测验。罗迪这会儿正吃着呢，这突击测验来得也太快了。埃及西翁问罗迪，你觉得凯文现在到底有没有危险？罗迪脑子里立马闪过刚才那个杀手偷袭的画面。莱克西亚德看他这副样子，还故意逗他说，第一个提示，凯文可是这儿最帅的人。就在罗迪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门口传来了动静，原来是凯文回来了。看他神清气爽的样子，刚才那场恶战好像根本没发生过一样。凯文还挺纳闷，怎么大家看他的眼神都跟见了鬼似的。埃及西翁在旁边打了个招呼，说辛苦了。罗迪却盯着凯文看个不停，他心里还在犯嘀咕，刚才明明看到他被偷袭了，怎么现在一点事都没有？凯文笑着摸了摸罗迪的头，说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让这小姑娘别瞎操心了。看他这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刚才那个杀手估计已经被处理得干干净净了。卡梅尔看着罗迪这副满足的样子，忍不住调侃了一句，看来你刚才过得挺滋润啊。罗迪嘿嘿一笑，说刚才好吃的实在太多了，根本停不下来。卡梅尔一脸无奈，这小姑娘到底吃了多少啊？简直是个无底洞。罗迪倒是挺热心，让卡梅尔在原地等着，说要去给他拿点更棒的宝贝。埃及西翁在旁边看着卡梅尔，觉得挺稀奇，你这一整天都在外面忙活，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卡梅尔随口回了一句，回来的路上顺手处理了个小麻烦，结果就耽误到了现在。就在大人们聊天的时候，罗迪一蹦一跳的跑了回来，手里还真攥着好东西。他先是给卡梅尔递上一杯果汁，特意强调加了冰块，喝起来绝对够凉爽。卡梅尔接过杯子道了声谢，这小姑娘还挺会照顾人，又端出一块小蛋糕递到了凯文面前，这卖相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凯文笑着接了过去，罗迪还不忘叮嘱，要是觉得不够吃，他再去多拿点过来。卡梅尔仰头喝了一大口果汁，原本是想解渴，结果这脸色刷的一下就变了。罗迪本来还想邀功，结果卡梅尔支支吾吾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全。随着杯子摔碎的声音，这杯果汁竟然成了要命的毒药，卡梅尔当场倒地，这血流得让人心惊肉跳。现场乱成一团，守卫赶紧封锁了出口，谁也不许离开。搜查结果很快出来了，酒水和饭菜都没问题，唯独那个摔碎的杯子上面全是毒。布罗迪紧紧抓着莱克西亚德，周围全是异样的眼光，这下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了。议论声越来越大，大家都在盯着这两个孩子，这背后的黑手到底想干什么？既然杯子上有毒，那凶手是谁已经不言而喻了。布罗迪现在成了众矢之的，这盆脏水算是彻底泼到了他身上。外面的天色越来越暗，宴会厅里的气氛也降到了冰点，大家都在私下嘀咕，谁也没想到好好的聚会能闹成这样。埃基西翁站出来主持大局，他让除了当事人以外的所有人先回东侧宿舍待命。埃基西翁的语气很强硬，他说待会儿会挨个找大家谈话，在查清楚之前，谁也别想搞小动作，老老实实等着就行。面对这种阵仗，底下的人哪敢说个不字，只能低着头答应。看来今晚注定是个不眠之夜了。手下一边走一边发牢骚，觉得为了布罗迪这么个小孩，把事情闹得这么大，连卡梅尔都搭进去了，真是倒霉透顶。他越想越气，竟然直接对布罗迪动手了。手下大骂：“你还有脸待在这？这一切全都是你的错！”布罗迪根本没反应过来，直接被推倒在地上。就在手下还想撒气的时候，背后突然冒出一股人气，莱克西亚德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到了他身后，这下手下彻底踢到硬骨头了。他刚才那股嚣张劲儿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人僵在原地，连大气都不敢喘。谁也没想到莱克西亚德竟然直接动手了，他死死盯着手下：“你竟然敢这么说他！”手下被这股力量掐得喘不过气，只能拼命求饶：“饶了我吧！”布罗迪吓坏了，赶紧冲上去抱住莱克西亚德：“快住手！再这样下去，你会杀掉他的。”莱克西亚德却没打算收手，他冷冷地回了一句：“可是布罗迪，他刚才伤害了你。”看着莱克西亚德这副样子，布罗迪心里五味杂陈，他小声说道：“谢谢你为了我这么生气。”这下场面总算稍微缓和了一点，但莱克西亚德眼里的怒火可没那么容易熄灭。布罗迪还在拼命劝阻，他说：“这真的太过了，我已经没事了，快停手吧。”莱克西亚德总算听了劝，他这一松手，手下直接瘫在地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折腾了这么久，结果还是没抓到那个凶手。明明每个人都查了一遍，大家看着也都挺老实的，可这人到底躲哪去了？罗迪越想越不对劲，肯定有什么地方被漏掉了。听说嫌疑人现在全被关在东翼，他决定亲自过去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翻出点新线索。刚到地方，就听见里面在发牢骚：“好好的宴会全毁了，还得像犯人一样被关在这儿。”不仅被限制了自由，还得忍受别人那种怀疑的眼光，这日子确实不好过。但罗迪心里清楚，真相肯定就藏在这些人中间。流言蜚语传得比什么都快，大家都在背后指指点点，说就是那个刚来的新人卡梅尔，就是喝了他给的果汁才突然倒下的。布罗迪这下真是百口莫辩，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一番好意，竟然成了别人眼里的毒药。其他人在旁边嘀咕，既然矛头都指向了那个新人，那只要把他处理掉，这事儿是不是就算结了？就在这时，有人直接朝布罗迪走了过去，那语气听着就让人心惊肉跳，说这就是没教养的垃圾，根本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居然还敢在这儿撒野。看这架势，他们是打算把所有的锅全都扣在这个小女孩头上了。就因为她是个孩子，大家就要这么惯着她吗？这男人越说越气，觉得供他吃穿简直是为了白眼狼，居然敢用毒药来报复。他一把拽住布罗迪，非要问出个所以然来，到底是收了谁的好处，才敢干这种掉脑袋的勾当。就在这时，旁边的人赶紧上来拦着，让他小声点，要是惊动了莱克西亚德，大家都没好果子吃。毕竟那位大人的脾气谁都知道。男人虽然心里不痛快，但还是松了手。布罗迪这下算是暂时脱了身，可这盆脏水怕是没那么容易洗干净了。布罗迪现在只想拼命逃跑，离那些难听的指责越远越好。可脑子里全是那些熟悉的面孔，还没醒过来的卡梅尔，一直护着他的莱克西亚德，甚至连伊克里斯都被卷了进来。这种愧疚感简直要把他淹没了。就因为他们选择了站在自己这边，结果现在一个个都要替他受罪。为了他这么一个没用的小鬼，竟然要把大家都害成这样吗？布罗迪拼命给自己打气，没关系的，以前在街上流浪的时候，这种被当成小偷的日子早就习惯了。他努力憋着不让自己哭出来，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得赶紧想办法把这事儿解决了才行。就在布罗迪还在纠结的时候，昏迷了好几天的卡梅尔终于慢慢睁开了眼睛。他这刚一有动静，守在旁边的凯文立马就发现了，赶紧凑过去问他：“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彻底清醒了吗？”卡梅尔脑子里还是一片浆糊，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埃基西翁在旁边回了一句：“你还能不知道吗？你是中毒，直接倒地不醒了。”卡梅尔追问后来的情况，埃基西翁说：“现在天都塌了，为了把那个下毒的揪出来，所有人全被扣在东塔里，只有确定没问题的才能走。现在这儿已经没剩几个人了。”卡梅尔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打听布罗迪的情况。可埃基西翁接下来的话让他彻底没法冷静了。那孩子现在可是头号嫌疑犯，这下卡梅尔是真的急了，手死死地抠住床单，又问起伊克里斯怎么样了。谁能想到他这一觉睡过去，外面竟然全变了天。埃基西翁把话挑明了，上头的意思很清楚，这事儿绝对没法私聊。布罗迪要是真干了，那就要按规矩抓人，就算他是清白的，也得自己想办法证明才行。埃基西翁在旁边听着，心里也明白这事的严重性，在工会这种地方，顶撞高层已经是重罪了，更别说现在还闹出了中毒这种大事，谁也没法当成没发生过。卡梅尔还是想护着那孩子，试探着问了一句：“如果我说自己没事呢？”埃基西翁直接把话堵死了：“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要是毒药再多那么一点点，你现在根本没机会站在这说话。工会不可能为了谁破例，不然以后还怎么服众？”他让卡梅尔别再瞎操心了，只要查清楚背后有没有人指使，这事儿
迟早会有个交代。可卡梅尔心里哪能踏实？他没再接话，脑子里全是布罗迪以前的样子，那个总是笑着显摆小玩意儿的孩子，怎么看都不像是会害人的样子。布罗迪正一个人呆着，结果一抬头，那个本该躺在病床上的卡梅尔竟然就这么出现在了门口。布罗迪愣了一下，大叔，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卡梅尔没多解释，只是纠正了一句，叫我卡梅尔。布罗迪哪顾得上称呼啊？他满脑子都是卡梅尔的身体。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伤口还疼不疼了？明明自己都快大难临头了，这孩子第一反应竟然还是在担心别人。卡梅尔问他，我看起来伤得很重吗？布罗迪小声回了一句，有一点。他心里全是愧疚，说自己只是想送点好喝的过去，压根没想过会出这种事。卡梅尔没绕弯子，直接问到了最关键的地方，那毒是你下的吗？这话一出来，布罗迪反应特别大，大声喊着绝对不是自己干的。看着这孩子的样子，卡梅尔心里已经有数了，他不但没生气，反而还笑了笑，只要你说不是，那就足够了。他把责任全揽到了自己身上，说是自己不够小心，才让别人钻了空子。这下布罗迪总算能松口气了。可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现在还是个谜。布罗迪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可卡梅尔已经不想再纠结了。他说只要不是你干的，这就足够了。说完这话，卡梅尔就打算离开。他临走前还给布罗迪留了个准话，说明天一早一切都会恢复原样的。他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看这架势，卡梅尔心里已经有了打算。他直接回屋拿起了外套，准备去把这事儿彻底了结。凯文在旁边看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他大喊着问：“你是不是疯了？”卡梅尔头也不回的应了一声：“可能吧。”他这会儿正忙着换衣服，根本没打算停下来解释。凯文急得不行，追着问他到底要干什么，怎么突然就跟变了个人似的。看凯文这副样子，他是真怕卡梅尔冲动之下做出什么没法收场的事来。结果倒好，卡梅尔居然还甩出了一个重磅炸弹，他要退出工会。咱们把视线转到科尔特亚王国，别看这地方在帝国版图里连5%都不到，但人家可是实打实的聚宝盆。除了出名的海滩旅游和珊瑚手工艺，最让全大陆眼红的就是地底下那种叫特兹的矿石。这东西只要吸收了魔力就能发光，在市面上那是千金难求。而我的父母手里正握着这种矿石的独家分销权。既然家里有矿要继承，卡梅尔10岁那年就开始接受继承人培训了。这学习还没进行多久，就被家里的小公主给打断了。卡梅尔挺纳闷，这时间他不是该在上课吗？小姑娘倒也实诚，直说就是想陪着哥哥。卡梅尔赶紧劝他回去学礼仪，结果这小家伙还不乐意了，抱怨哥哥为什么能在这偷懒。卡梅尔这话接的那是相当凡尔赛，说自己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早就把这些课全修完了。正闹着呢，父亲推门走了进来。父亲笑着把妹妹送回了课堂，看着恩爱的父母，卡梅尔觉得这就是他想要的一辈子。可谁能想到，这种好日子说没就没，一场大火把所有的温情全烧了个干净，原本幸福的家一下子变成了废墟。卡梅尔还没反应过来，噩耗就接踵而至，邻国新恩王国像疯了一样发动了袭击。这一下，他的世界彻底崩塌了。父亲在火海里大喊：“卡梅尔，千万别松开妹妹的手，不管发生什么，你们都要活下去！”科尔特亚王国根本没法抵抗，唰的一下就成了废墟，连卡梅尔的家也没能幸免。只要再坚持一下，过了前面那道坎，就能到乌利亚边境了。雨越下越大，卡梅尔紧紧拉着妹妹，生怕一个不留神就把这唯一的亲人给弄丢了。卡梅尔叮嘱道：“抓紧我的手。”妹妹乖巧地应了一声：“好的。”卡梅尔回头喊道：“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了。”谁能想到，就在这节骨眼上，原本抓得死死的手，唰的一下就松开了，脚下的木板直接断了，妹妹整个人就这么摔了下去。卡梅尔急得大喊：“妹妹！”妹妹也只能哭着喊：“哥哥！”这一掉下去，湍急的水流直接把人给吞了，连个影子都抓不住。卡梅尔趴在断桥边，死命的够，可除了震耳欲聋的水声，什么回应都没有。这下是真的把亲妹妹给弄丢了。凯文这下是真的急了，直接拽住卡梅尔，问他是不是疯了。好不容易在工会站稳脚跟，现在居然说走就要走。卡梅尔一句话也没反驳，看这架势，他是铁了心要跟过去做个了断，谁劝都没用了。就在这僵持不下的时候，海洛几人推门走了进来，一开口就没给好脸色。你觉得那孩子会领你的情吗？海洛还在旁边骂骂咧咧，觉得卡梅尔就是在自我感动，这决定做的简直莫名其妙。凯文冷冷地补了一刀，难道就因为受了点伤，就要把以前的努力全扔了？卡梅尔这哪是想通了，分明就是想从这烂摊子里逃出去。连京都觉得这事办得不地道，毕竟调查还没个结果，现在撒手不管确实说不过去。卡梅尔却冷冰冰地回了一句：“在这儿要是没本事，丢了命也是活该。既然是自己大意丢了位子，那也没什么好抱怨的。”这逻辑听得旁边的人全愣住了。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卡梅尔头也不回地往外走，只留下一句保重。看这架势，这工会他是真不打算再待了。凯文看着那背影，忍不住骂了一句：“真是个死脑筋的笨蛋。”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可有些事不是想忘就能忘掉的。罗迪一个人呆着，心里还在犯嘀咕：“妈妈，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就在这时候，后边突然传来了打招呼的声音：“嘿，小家伙！”凯文笑着告诉罗迪：“现在已经没事了，他可以自由行动了。”罗迪最关心的还是那件事，小声问了一句：“抓到那个坏人了吗？”凯文含糊地应了一声，算是给了个交代。但这事儿
显然没那么简单。看着罗迪一直闷闷不乐，凯文连着问了好几个问题，又是问身体，又是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可罗迪只是敷衍的应了一声，整个人还是打不起精神。凯文凑近了些，轻声安慰他，别再钻牛角尖了，这事儿从头到尾都怪不到他头上。罗迪沉默了半天，最后还是问出了心里最怕的那个问题，卡梅尔是不是真的再也不回来了？凯文看他这样，忍不住问了一句，你就这么担心他吗？罗迪把所有的错都揽到了自己身上，觉得是因为自己没抓到凶手，才让事情变成了现在这样。凯文试探着问他，现在是不是觉得很难过？罗迪却回了一句，我现在是快气炸了。一听说他觉得委屈，凯文反而松了口气，要不是只会躲起来哭，那就说明还有救，要能从这件事里学到点什么，就不算白费。罗迪突然问了一句，你当时为什么不干脆把我丢下？这话问得凯文直接愣住了。罗迪心里其实一直有个结，当初听说卡梅尔倒下的时候，他就知道情况不妙，只是没想到会严重到这个地步。以前在孤儿院的日子，那才叫一个难熬，不管有没有偷东西，大家看他们的眼神都像在看贼，这种被冤枉的日子早就成了家常便饭。可现在不一样了，这里的人和事都跟以前完全不同。罗迪心里这道坎还是没过去，明明凯文和卡梅尔都受了伤，凭什么只有自己一点事没有？凯文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问他是不是就在纠结这个。罗迪老老实实应了一声，这确实是他最想不通的地方。凯文笑着解释道，因为大家是同伴啊，要是连自己人都不信，那还能去信谁？看罗迪愣在那儿没说话，凯文还逗了他一句，是不是嫌他这答案给得太晚了？结果话音刚落，莱克西亚德就出现在了身后，冷冰冰地问他们在干什么。凯文赶紧打了个招呼，这位小少爷怎么这时候过来了？凯文招呼了一声，既然话都说开了，那就该动身去办正事了。他最后又叮嘱了一句，咱们可是同伴，要是连身边的人都信不过，那这日子还怎么过？罗迪这下总算听进去了，这种被人无条件信任的感觉，他以前从来没体会过，心里那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不过这温馨的气氛也就维持了这么一小会儿。罗迪盯着一旁那个人是谁，罗迪心里直犯嘀咕，光靠猜可不行，他现在急需一个证据。还没等莱克西亚德反应过来，罗迪直接就上手了。罗迪这下尴尬了，紧赶慢赶跑过来，结果还是慢了一步。他指着远处的柱子问，刚才从那儿过去的人你看见了吗？莱克西亚德点点头，说是个深绿头发的高个子。罗迪心里这下有数了，果然就是他给卡梅尔下的药。可现在最麻烦的是，虽然知道凶手是谁，手里却拿不出半点证据。莱克西亚德这下急了，问罗迪为什么只带他一个人？要是凯文也着了道，那后果可就真没法收场了。莱克西亚德问，那我呢？我会有危险吗？罗迪倒是心大，说咱们这种小屁孩在凶手眼里根本算不上威胁。这下莱克西亚德彻底没话说了，虽然这个理由让他有点郁闷，但只要罗迪愿意依靠他，当个小孩也没什么不好。他主动提出要帮忙，问罗迪一个人是不是搞不定，还打听起罗迪那双眼睛的本事，能不能看清远处剑上的刻痕。罗迪拍着胸脯保证没问题，只要是能看见的东西，绝对逃不过他的眼睛。这下莱克西亚德心里有底了，他敢肯定那个下毒的家伙绝对就藏在宴会厅里。那帮人下毒手法极其老练，事后竟然一点马脚都没露，甚至连吐真剂都撬不开他们的嘴。在整个帝国能有这种本事的人可多。莱克西亚德换了个思路，既然抓不到现行，不如找找他们身上的特殊标记。罗迪听得一头雾水，标记？莱克西亚德解释道，如果连吐真剂都没用，说明对方是受过死士训练的，这种人身上通常会有肉眼看不见的秘密印记。罗迪这下坐不住了，这么恐怖的人去盯着卡梅尔，那他还能有命在吗？莱克西亚德摆摆手，让他放宽心，卡梅尔那家伙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罗迪这下纳闷了，莱克西亚德明明也是个孩子，怎么会对死士的秘密这么清楚？莱克西亚德支支吾吾半天，最后只说是看多了自然就懂了。显然他并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多聊。罗迪倒也没多想，觉得在这种地方待久了，确实能接触到不少情报。莱克西亚德赶紧把话题带回来，说那些冒牌货可不会无缘无故现身，想要让他们露出马脚，通常只有3种情况，要么是人彻底没命了，要么是受了重伤撑不住，再不然就是动用了某种特殊的手段。莱克西亚德分析的头头是道，要是那帮人得手了，早就跑没影了。既然现在还赖着不走，说明他们的任务还没完成，肯定还会再找机会动手。这种药水专门对付意志不坚定的人，只要被这玩意儿缠上，就彻底成了工会的傀儡，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了。罗迪听得一愣一愣的，莱克西亚德其实并不想把他卷进来，他手里有个压箱底的阴招，本来是不打算随便动用的，但这回为了帮罗迪，他还是把那瓶药拿了出来，只要让那些家伙喝下去，他们身上的秘密印记就藏不住了。这下轮到罗迪拿主意了，这瓶药到底能不能帮他抓到真凶？莱克西亚德把药交到罗迪手里，交代的清清楚楚，只要见到那个人，就找机会把药用掉，一旦印记现形，立刻回来找他。罗迪心里满是感激，可转念一想，又开始后怕，万一这事儿把莱克西亚德也卷进来，那后果可就严重了。莱克西亚德倒是淡定，反问他现在才开始担心吗？罗迪死死攥着那只药瓶，莱克西亚德却把后路都想好了，真要出了事，还有家里的大人顶着，要是连这点小事都办砸了，那只能说明大人没本事。
他甚至提到了最坏的情况，那些为了保密不惜自尽的人。莱克西亚德这么说，其实是想让罗迪放宽心，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这锅都轮不到他来背。罗迪这下是下定决心了，他不想再看到有人被牵连，只想快点把这出闹剧收场。莱克西亚德开始出谋划策，既然要抓人，就要去人多的地方蹲守，花园大厅或者是楼梯上的沙龙。不过这些地方都还不够稳妥。他凑近罗迪，悄悄说了个更隐蔽的计划。商量好对策后，罗迪独自来到了餐厅门口。这段时间他一直躲在屋里吃饭，这回总算射得露面了。莱克西亚德没跟他一起，但他特意嘱咐过，一旦察觉到危险，一定要立刻发信号找他。虽说这趟是为了抓凶手，但罗迪这会儿满脑子都是热腾腾的饭菜，毕竟好久没吃顿像样的了，到底先吃哪个好呢？可一进餐厅，气氛就有点不对劲了，周围的人看他的眼神都怪怪的。原本热闹的餐厅一下子变得冷冰冰，大家都在背后指指点点。看来那些流言蜚语早就传遍了每一个角落。旁边2个男仆在那儿摇耳朵，一个提醒另一个千万别往那边凑，另一个还挺纳闷，问这到底是为什么。那人压低声音反问：你难道真不知道吗？虽然嘴上说着他只是个孩子，但那嫌弃的意思已经明摆着了。在这些人眼里，罗迪已经成了避之不及的麻烦。戴眼镜的男人主动凑了上来，问罗迪是不是第一次来餐厅，还热心的要帮他点餐。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罗迪脑子里闪过一些画面，当初就是他假装好心帮自己拿果汁，这下总算对上号了，目标锁定。罗迪立马换上一副笑脸，顺着他的话往下接，不仅点了菜，还特意要了杯柠檬汁。这戏演的，谁看了都觉得她是个没心机的小姑娘。戴眼镜的男人还在这儿套近乎，打听他住的习不习惯。罗迪也是真能演，一边夸这里好，一边把身边的人谢了个遍。罗迪往杯子里加了点东西，戴眼镜的男人接过杯子倒了生谢，看着对方喝了一口，罗迪立马确认了，这下身份彻底对上号了，就是他。男人还笑着感叹，这味道真不错，问罗迪记不记得他。结果话还没说完，男人直接就动手了，这一把抓得死死的，根本没打算让罗迪躲开。罗迪这下彻底不装了，既然已经抓到了现行，那就没必要再演戏。男人冷声质问，你这药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男人冷笑着开口，你应该还记得我吧。这下轮到罗迪被动了，原本是他想追查药的来源，结果反倒被对方抓了个现行。男人手里晃着药瓶，语气里全是嘲讽，听说有个小鬼进了查尔斯当新人，我就猜到你肯定不简单。可他接下来的话直接把罗迪逼到了死角，敢在别人的饭里下这种东西，胆子确实够肥的，到底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见罗迪半天不吭声，男人这下彻底没耐心了。虽然不知道这孩子从哪弄来的药，但他身上的印记10分钟后就会消失，只要赶在那之前把他处理掉，就没人能抓到他的把柄。男人这下是要动真格的了，他冷声警告罗迪，自己可没有不打小孩的习惯。男人一边拽起罗迪，一边命令道，老实点，跟我走，听话的话还能少吃点苦头。罗迪被他死死按住，力气悬殊实在太大，根本就没法脱身。在所有人眼里，他已经是那个下药的罪魁祸首了。这种时候谁还会站出来帮一个叛徒说话？满屋子全是刺耳的指责，大家都觉得是他毁了这一切。这种孤立无援的处境，换成谁都得绝望。男人就这样拽着他往外走，罗迪闭上眼拼命祈祷，谁能来救救他。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救星真的到了，那个拽着他的男人直接被一股力量掀翻在地。罗迪整个人都懵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耳边就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凯文笑着说，刚才真是好险啊，罗迪。谁能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凯文竟然会及时赶到，这下罗迪总算是有救了。凯文赶紧找伊克里斯汇报，查了半天没不在场证明的，也就剩下这3个人了，东塔的尼拉和梅森，还有主楼的泰里克，这几个人现在嫌疑最大。伊克里斯听完却不太满意，怎么查个名单要这么久？凯文也是一肚子委屈，当时派对上那么多人，挨个排查真的不容易。伊克里斯摆摆手懒，得听解释，反正这几个人都是那老头派来的，只要是那边的走狗，身上肯定都带着特殊的印记，只要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幕后黑手就藏不住了。接下来就看谁先露出马脚了。伊克里斯盯着名单，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好像还漏掉了什么关键人物。凯文还没反应过来，伊克里斯随手扔过去一瓶药，这玩意儿可金贵的很，要是手滑摔了，那这线索可就彻底断了。凯文提议，干脆让那几个嫌疑人当面喝下去，谁有问题一眼就能看出来。伊克里斯却摇了摇头，现在还不是打草惊蛇的时候，得先弄清楚这帮人背后到底在憋什么坏水。只要他们还没露出真面目，就先盯着，别乱动。另一边，罗迪的待遇可就没那么好了。埃及西翁直接把他拎了起来，就像拎个小鸡仔一样。罗迪气得直嚷嚷，说自己有腿能走，不用这么丢人的被扛着。埃及西翁可不吃这一套，这是上面的死命令，为了防止他再溜掉，只能委屈他这么一路飞回去了。埃及西翁一边拎着罗迪，一边训话：“谁让你去那么危险的地方待着的？”罗迪还在那儿嘴硬，说自己是在执行秘密任务。埃及西翁可不吃这一套，这哪叫什么任务？这分明就是不要命了！万一真出点事，谁负责？罗迪小声嘀咕说：“那个印记马上就要出现了，自己也是为了抓到凶手。”埃及西翁叹了口气，为了救他，凯文费了多大劲，连伊克里斯都跟着担惊受怕。一听说伊克里斯也在担心自己，罗迪整个人都愣住了。埃及西翁最后交代了一句：“赶紧去跟伊克里斯道个歉吧。”罗迪站在门口有点犹豫，原来那个冷冰冰的老大竟然也会为了他担心吗？埃及西翁拎着罗迪刚进屋，就撞见了同样被抓回来的莱克西亚德。
莱克西亚德小声喊了一句：“罗迪！”罗迪也赶紧回应：“莱克西亚德！”两个小家伙凑在一起摇起耳朵。莱克西亚德挺不好意思：“对不起，我在半路被叔叔抓住了。”罗迪倒是挺看得开：“没事，我也被凯文给逮着了。”这俩正嘀咕呢，背后突然冒出一个冷冰冰的声音。伊克里斯抱着胳膊，显然已经等很久了。他说：“你们这两个小不点，一天到晚到处乱跑，真是让人不省心。”接着他又补了一句：“说吧，是想被烤了还是想被煮了？”这下可把罗迪吓坏了，他赶紧在旁边解释：“老大，这事儿真不怪我呀。”莱克西亚德小声告诉罗迪：“其实叔叔从一开始就全都知道了。”罗迪还没反应过来，突然发现自己手上多了个东西，这玩意儿看着眼熟得很。他猛地想起来，刚才那个可疑的男人脖子上也有着一模一样的图案。伊克里斯在一旁解释：“没错，这就是西基曼家族的标志。”他原本打算放长线钓大鱼，看看这帮人到底想干什么。结果呢，这两个胆大包天的小鬼竟然半路把药给偷走了，直接打乱了他的全盘计划。莱克西亚德自知理亏，只能在一旁小声道歉。伊克里斯看着这两个小麻烦精，真是又气又无奈，这胆子大的简直没边了。罗迪听完这些，整个人都傻住了，原来自己的一举一动全都在人家的眼皮子底下。西基曼，这不是莱克西亚德的家族吗？莱克西亚德点了点头，没错。罗迪这下更想不通了，既然莱克西亚德是那家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么危险的事？莱克西亚德无奈的解释：“爷爷他老人家一直都不太待见叔叔。”罗迪听得一头雾水，可老大也是家里人啊，为什么要对自己家人下手？就在罗迪纠结的时候，一只大手直接按在了他头上。伊克里斯一脸淡定的开了个玩笑：“还能因为什么？当然是因为我长得太帅了。”罗迪气得大喊：“骗子！”莱克西亚德在一旁叹了口气，家族里的事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罗迪你就别多问了。罗迪虽然嘴上答应着，心里可没打算就这么算了。他琢磨着，等会儿没人的时候，非要找莱克西亚德问个明白不可。伊克里斯看这俩小鬼还在这儿磨叽，直接下了逐客令：“既然懂了，就赶紧走，以后少给我捅娄子。”两个小家伙乖乖往门外挪。可罗迪这步子迈得比蜗牛还慢，明显是还有话想说。伊克里斯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他突然转过头，盯着罗迪问了一句：“小老鼠，你还赖在这儿干什么？”罗迪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伊克里斯可没耐心等他，让他有话直说，别在这儿浪费时间。罗迪深吸一口气问：“那坏人是不是已经被抓住了？”伊克里斯应了一声，算是给了个肯定的答复。罗迪还是有点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就这么结束了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又想起了另一个人，卡梅尔还会回来吗？伊克里斯语气平淡：“回不回来，那是卡梅尔自己的选择，谁也强求不了。”其实罗迪心里一直有个疙瘩，他忘不了那些难听的话，什么供你吃穿，你却用毒药来报答。在那样的环境下，根本没人会伸手帮一把，这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才是最让人绝望的。伊克里斯看他这副样子，摆摆手让他赶紧回去吃饭，说卡梅尔想通了，自然会回来。可罗迪这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眼看就要哭出来了。伊克里斯也是真拿他没办法，这小祖宗怎么说哭就哭啊。罗迪这下是彻底绷不住了，直接扑过去抱住了伊克里斯，这一抱把刚才那点委屈全发泄了出来。伊克里斯这下也没辙了，只能任由这小丫头在身上蹭。罗迪一边抽搭一边念叨：“老大，我刚才真的吓坏了，谢谢你。”结果煽情还没过3秒，画风就直接跑偏了。罗迪顺手就拿老大的裤子当了纸巾。伊克里斯低头一看，这可是定制的高级货，他一脸嫌弃的吐槽：“你这小麻烦精，知道我这裤子有多贵吗？”罗迪可不管那些，他抬起头认真叮嘱：“老大，绝对不能告诉别人我哭过，听到了没？”伊克里斯无奈地回了一句：“你先把脸擦干净再说。”谁能想到这丫头还真不客气，抓起老大的衣服又是一顿乱蹭。伊克里斯这下是彻底没脾气了，这哪是养了个手下，简直是请了个小祖宗回来。罗迪小声叫了一声：“老大！”伊克里斯低头看着他，这小祖宗又要整什么幺蛾子？罗迪这会儿倒是干劲十足，嚷嚷着要出门。伊克里斯随口问了句去哪儿，看来罗迪已经有了主意，他要把卡梅尔给找回来。卡梅尔正一个人躲清静，之前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确实让他脑子都要炸了。听着海浪声，他甚至觉得干脆在这儿隐居算了。可还没等他感慨完，身后就传来了动静。好家伙，这哪是来找人的，简直是全家出动来度假了。罗迪兴奋的不行，戴着大墨镜在那儿招手大喊：“卡梅尔，我们来找你了！”这阵仗直接把卡梅尔给整不会了，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这帮人到底在搞什么鬼？还没等卡梅尔想明白，罗迪已经像个小炮弹一样，直接朝他怀里扑了过去。卡梅尔一脸无奈的问：“罗迪，你怎么跑这儿来了？”罗迪笑得那叫一个灿烂，说他是专门来接卡梅尔回家的。这下卡梅尔彻底没话说了。旁边的凯文还在那儿看戏，说自己从来不欺负新人，结果帕德里德根本不买账，该举报的一样都不会少。卡梅尔正抱着布罗迪呢，结果这帮人一个接一个全冒出来了。凯文还在那儿吐槽，让他偶尔也拿出点高管的样子来。卡梅尔也是没脾气，说他这念叨的毛病真是一点没变。紧接着金和埃基西翁也凑了过来，这俩人更离谱，一个嫌弃这地方太偏僻没品位，另一个倒好，盯着路边的美女就想去搭讪，这哪是来接人的，简直就是来度假的。布罗迪在旁边急得不行，觉得都是因为自己才把事情搞砸了，可这帮人压根没打算空手回去，话带到了，接下来就要强制带人走了。看着这乱糟糟的一片，卡梅尔心里估计只有2个字：完了。看着
这帮大老远跑来的人，卡梅尔一点面子都没给。他说谢谢你们特意跑一趟，但现在请全都回去吧。这话一出口，气氛直接降到冰点。卡梅尔态度很坚决，他压根没打算再回工会，这地方他待定了。帕德里德倒也淡定，说刚才那话就当没听见，让卡梅尔别闹了，赶紧回家，甚至连带薪长假都给安排好了。可卡梅尔这次是认真的，不管这帮人怎么劝，他是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就在大家伙儿还在软磨硬泡的时候，海洛又开始在旁边整活了，拉着帕德里德的手，非说是灵魂伴侣。这下好了，场面更乱了。帕德里德现在只想找个正常人待着。卡梅尔看这架势，知道再待下去也是浪费口水，他二话不说转身就走。看来这事儿还没那么容易收场。卡梅尔这次是真铁了心了，他说自己没开玩笑，既然已经决定了，那这帮人就该哪儿来回哪儿去。看着卡梅尔头也不回的背影，罗迪这下总算反应过来了，这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啊！眼看卡梅尔越走越远，罗迪二话不说直接追了上去，后面的人怎么喊都没用，这要是让他就这么走了，那今天这趟可就白跑了。罗迪一路小跑跟进了山洞，看来这事儿还没到收场的时候。卡梅尔本以为甩掉了那帮麻烦精，结果身后还是有个小尾巴。布罗迪就这么躲在树后，自以为藏得挺好。卡梅尔头也不回的甩出一句：“别跟着我了，赶紧回去。”可布罗迪哪是那么容易打发的？他嘿嘿一笑，直接拽住了卡梅尔的衣服，非要跟着一起走。这下卡梅尔也没辙了，只能感叹这孩子怎么这么倔。可布罗迪接下来的话却让他直接愣在了原地。布罗迪说：“你之所以一直留在这里，不就是为了等那一天吗？等你的亲妹妹再次出现在你面前的那一天。”这话一出，卡梅尔藏在心里最深处的秘密就这么被彻底揭开了。他盯着布罗迪，终于开口问了一句：“是埃基希温告诉你的？”布罗迪点了点头，他说：“你妹妹肯定还活着，要是卡梅尔的父亲知道了，肯定会为他感到骄傲。要是知道他现在还交到了朋友，那老人家估计得高兴疯了。”布罗迪笑着提议：“咱们回工会一起找妹妹吧，千万别就这么放弃了。”看着眼前这个爱笑的小姑娘，卡梅尔仿佛看到了妹妹的影子。卡梅尔终于绷不住了，他一把抱住了布罗迪。这一抱，卡梅尔心里那座冰山总算是彻底塌了。他在心里一遍遍地问：“妹妹，如果是你的话，是不是也会对我说同样的话？”布罗迪被这突如其来的拥抱弄得有点不知所措。卡梅尔叹了口气：“既然你都这么缠着我了，我还能有什么办法？”他终于松了口：“咱们回去吧，菜鸟。”布罗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卡梅尔故意逗他：“怎么？难道你不想回去了？”布罗迪赶紧死死搂住他的脖子，生怕他下一秒就反悔。卡梅尔看他这副样子，还以为他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开口问他：“是不是有人趁我不在欺负你了？”布罗迪摇了摇头，小声嘟囔了一句：“我只是真的很感激你。”卡梅尔听完，心里那点别扭总算全散了。他像个大哥哥一样叮嘱布罗迪：“只要你没做错事，就没必要躲着任何人，以后可别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布罗迪乖巧的答应着，这一大一小总算是达成了和解。布罗迪一边抹眼泪一边宣布：“以后不叫大叔了，要直接喊他卡梅尔。”卡梅尔听了反而挺高兴，觉得这名字从他嘴里喊出来还真挺顺耳的。他抱起这个爱哭的小鬼，总算是决定带他回去了。等回到了工会，布罗迪还是不放心，非要拉着卡梅尔拉钩，让他保证以后再也不准玩失踪。卡梅尔这回倒是挺痛快，一口就答应了下来。毕竟这种流浪的日子他也确实过够了。罗迪看到卡梅尔回来，心里总算踏实了不少。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就发现工会里有点不对劲。他推开一扇又一扇门，到处都冷冷清清的。罗迪心里咯噔一下，这地方怎么感觉少了个人？罗迪把工会翻了个遍，楼上楼下全找过了，可就是没见着莱克西亚德的人影。明明之前说好了会在这里多待一阵子，怎么转个身的功夫人就不见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整栋宅子静得有点吓人。谁也没注意到，在那扇紧闭的窗帘后，莱克西亚德正一个人呆着，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罗迪心里直犯嘀咕，难道是出了什么急事，让他连个招呼都来不及打，就这么悄悄躲起来了？伊克里斯直接摊牌了，说那个人再也不会回来了。罗迪一听就炸了，觉得肯定是伊克里斯在背后搞鬼，故意把人给赶走的。本来还想一起去档案室玩呢，这下计划全泡汤了。眼看时间到了，罗迪只能垂头丧气的先去上课。谁能想到这课上的效果还挺惊人，罗迪直接拿了个满分。帕德里德在旁边都看呆了，只夸他一个错都没出。帕德里德点点头，既然你现在的读写水平已经过关了，那咱们接下来的课难度可就要往上提一档了。罗迪这下更得意了，显摆说自己还会用3种语言写字呢。结果帕德里德凑近一看，整个人直接沉默了。帕德里德盯着那几个字问：“这也是凯文教你的？”罗迪这下彻底心虚了，支支吾吾的不敢承认，毕竟凯文之前特意交代过，千万不能让帕德里德知道。帕德里德一脸严肃的告诉他：“以后这种乱七八糟的词，咱一个都不用学，要是觉得不想学，直接大大方方说出来就行。”罗迪乖巧的答应着，心里却在犯嘀咕，感觉在这个家里，除了那位大老板，就属帕德里德说话最管用了。帕德里德最后还给罗迪支了个招，要是那家伙以后再敢教你这些，你直接动手揍他就行。罗迪这下可被绕晕了，刚才还说暴力是不对的，怎么转头就让动武了？罗迪这会儿心思早就不在课本上了，他凑过去问帕德里德：“既然自己现在学得这么好，能不能别光读书，给安排个正经活儿干干？”
帕德里德一听就乐了，问他是不是想接任务去赚钱。罗迪那叫一个干脆，直说自己想赶紧发大财。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帕德里德决定先给他来个小测试。他随手拿出一个盒子，里面放着一颗亮晶晶的宝石，还有一块灰不溜秋的破石头。帕德里德给他设了个局，说要是两人一起干完活，老板给了一份奖金，就这两样东西。帕德里德把盒子推到他面前，让他这个新人先挑。这下可把罗迪给难住了，这到底是选贵的还是选对的？那还用问吗？罗迪想都没想就指着蓝宝石，这可是明摆着的便宜，谁会放着宝贝不要去捡那块破石头啊？帕德里德倒是挺淡定，顺手就把那块石头收了。罗迪这会儿心里还犯嘀咕，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太贪了，好歹也该分人家一半。结果帕德里德一开口，罗迪整个人都傻了，原来这块不起眼的石头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那颗蓝宝石在他面前根本就不够看的。罗迪接过石头一掂量，这分量确实不对劲。帕德里德这才揭开谜底，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破石头，而是魔物的核心。罗迪这下彻底懵了，这不就是魔物的心脏吗？帕德里德拿着那块石头说，这玩意儿平时都是烘干了卖，像这么大个头的可真不多见。它不仅是做魔力石的核心材料，还能拿来熬汤补魔力。帕德里德接着补了一刀，就这不起眼的破石头，身价起码是你手里那颗宝石的100倍，这100倍的差距直接把罗迪给砸懵了。帕德里德故意逗他，要是早知道它这么值钱，你还会选那颗蓝宝石吗？罗迪这下反应可快了，指着石头直嚷嚷，那肯定选这个值钱的呀。帕德里德收起笑脸，认真交代，光会干活可不行，你必须学会识货，得知到什么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结果你连这么简单的测试都没过关，不过这只是个开始。帕德里德最后提醒他，你身上那种独一无二的能力，才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珍宝贝。帕德里德这话说的可是一点不留情面，他说要是分不清这些东西的价值，那罗迪这一身本事跟废了也没什么区别。罗迪这下彻底受打击了，合着自己引以为傲的能力，在专业人士眼里竟然一文不值。帕德里德接着给他分析利弊，说要是他现在急着去接普通任务，那工会还得专门派人保护他，这不明摆着浪费人力物力吗？到时候队友们肯定也会抱怨，觉得带上他就是个累赘。这一通毒舌下来，罗迪感觉心口像是被扎了好几箭。看着罗迪垂头丧气的样子，帕德里德话锋一转，说他其实拥有一双比任何人都要特别的眼睛。他是想让罗迪自己选，是想当一个每天跑30趟腿，累死累活还没名气的打杂新人，还是想靠着知识和眼力去挑战那种顶级的悬赏任务？这还用选吗？罗迪立马满血复活，大喊着要做那个最厉害的。帕德里德见鱼儿上钩了，这才慢悠悠的交代，既然想当厉害的角色，那现在就老老实实待着，先把自己的身价提上去再说。帕德里德一脸严肃的叮嘱，在家里怎么折腾都行，到了外面，这双眼睛的本事绝对不能乱显摆。罗迪还有点不解，这明明是好事，干嘛要藏着掖着？帕德里德直接把话挑明了，要是让人知道你能隔着口袋看宝贝，那帮贪财的疯子非要把你当成猎物给盯死不可。以前那是运气好，没撞上真正的狠角色，要是再这么大大咧咧的，迟早得被人吃的骨头都不剩。真正的本事从来不是拿来炫耀的资本，只有在最关键的时候使出来，那才叫救命的底牌。罗迪这回是真听进去了，立马乖巧的表示以后一定听帕德里德的话，绝不乱来。看着他这副认真的样子，帕德里德总算是松了口气，这孩子总算开窍了。帕德里德看罗迪这么听话，语气也跟着软了下来。他说罗迪现在表现的已经够好了，好任务迟早会找上门。为了奖励这孩子的进步，帕德里德还特意准备了一份满分大礼，这下可把罗迪给乐坏了。刚才那点委屈瞬间忘得精光，罗迪抱着宝贝谢个不停，心里那点小算盘早就打响了。他恨不得现在就跑出去，让所有人都瞧瞧自己的战利品。他一边跑一边琢磨，得先去老板那儿露个脸，顺便打听打听能不能把同伴也一起接回来。结果还没等他跑出多远，就在走廊撞见各生面孔，对方这一身打扮看着就不是普通人。罗迪正感叹这姐姐长得真漂亮，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对方一开口就冷冰冰的说这里是禁区，外人根本没资格上来。原来这位漂亮姐姐不是路过的，她是专门来找伊克里斯的，而且看这架势，连人家住在3楼都打听得清清楚楚。布罗迪这下被吓得够呛，连殿下这种称呼都喊出来了，看来这位的身份比想象中还要惊人。结果人家倒是挺好说话，说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办，还让布罗迪直接叫她丽丽就行。布罗迪哪敢不听啊，赶紧改口叫了声丽丽姐姐。但这事儿肯定没那么简单，这位身份尊贵的丽丽小姐大老远跑来找伊克里斯，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丽丽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明明是来办正事的，这心里怎么反倒打起鼓来了？布罗迪在旁边看得真切，问她是不是怕见老板。丽丽嘴硬说只是有点紧张，结果这小家伙根本不给犹豫的机会，这门一开，想躲也躲不掉了。布罗迪大大咧咧的把人领了进去，还顺带吆喝了一声。伊克里斯头都没抬，就知道外面是谁在捣鬼。布罗迪那点小心思，在他这儿简直就是透明的。既然人都到了跟前，丽丽也只能先开口打破沉默。这一声好久不见，听着可没那么简单。伊克里斯这态度还是冷冰冰的，他说有什么要求，随便派个人送个信不就好了，何必亲自跑这一趟？丽丽一听这话就来气，谁让你从来不回信呢？这下倒好，直接把天给聊死了。丽丽
这次过来显然是打算把话挑明了。他问伊克里斯还记不记得之前的那个题，到底考没考虑过跟自己结婚这件事。这话一出口，两边的人都愣住了，最猛的还得是旁边的布罗迪，这小脑袋瓜哪受得了这种刺激？结婚，这信息量也太大了点吧？伊克里斯要和莉莉结婚，罗迪这下全明白了，原来这女人根本不是什么普通客人，而是未来的老板娘啊！这可是个惊天大瓜。罗迪第一反应就是得赶紧找人分享，他扭头就想跑去打小报告，结果还没跑出2步，后领子就被人给揪住了。伊克里斯这反应也是够快的，任凭罗迪怎么折腾，就是逃不出他的手掌心。这下好了，想去通风报信是彻底没戏了。伊克里斯冷着脸问：“你这是打算去哪呀？”罗迪尴尬的嘿嘿直笑，说自己只是想去个厕所。伊克里斯可不吃这一套，直接下了死命令：要是敢把这事传出去，你就死定了。罗迪赶紧举手保证，绝对不会乱说话。伊克里斯冷哼一声，说：“你的粉丝团和股东们估计都已经准备好听八卦了。”罗迪还想狡辩，说自己只是个普通粉丝，那是真心实意的喜欢老板。伊克里斯压根不信，让他收起那副不真诚的嘴脸。罗迪撇了撇嘴，心里那点小算盘全被看穿了。伊克里斯没空跟他瞎扯，让他赶紧去烦别人，自己还有正事要忙。莉莉还不死心，觉得自己条件这么好，怎么就入不了伊克里斯的眼呢？伊克里斯头也不回，说自己的眼光可是很高的，你就别白费劲了。莉莉可不是好打发的，她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完美的代名词。莉莉反问道：“既然你眼光高，那我这种有钱有势还有魔法的，不正是你的菜吗？”伊克里斯根本不吃这一套，甚至还想损他2句。他凑到莉莉耳边，压低声音说：“难道从来没人告诉你，你这人到底有多迟钝吗？”莉莉这下真懵了，这男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她追着问：“你刚才到底说什么？”伊克里斯头也不回，还是那句话：“你根本就不是我的理想型。”莉莉还不死心，觉得只要有标准，她就能演出来。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只要你说得出来，我就能给你变出来。伊克里斯冷冷地丢下一句：“我喜欢那种身无分文，还没权没势的平民。”这话一出，莉莉觉得他肯定是在开玩笑，她还是不肯放弃，非要伊克里斯跟他约个会试试，万一处着处着就真成真爱了呢？莉莉还是不信邪，非要问个明白，难道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可能喜欢我吗？伊克里斯连想都没想，直接回了2个字：没错。这拒绝的也太干脆了。莉莉这下真急了，强调自己是认真的。结果伊克里斯更绝，他说自己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认真。伊克里斯已经彻底没耐心了，他冷冷地看着莉莉，问他到底还要闹多久，自己可没闲工夫在这陪大小姐玩游戏。这还没完，伊克里斯直接撕开了莉莉最后的遮羞布。他说：“你一边想要我的帮忙，一边又舍不下那点公主自尊。你之所以缠着我不放，不就是因为怕找别人会遇到更不靠谱的怪胎吗？眼看着时间越来越紧，你那些所谓的白马王子全都是些没用的废物。”这番话简直是字字诛心，莉莉这下彻底没话说了。伊克里斯的话还没说完，他直截了当的拆穿莉莉：“你根本不需要什么特别的人，只是觉得除了我，没人能配得上你。你想要的是那种带出去有面子、自尊心强，事后还不会纠缠你的男人。要是运气好，这个你口中卑微的混蛋还能混个爵位，这买卖怎么看都不亏。”伊克里斯眼神冰冷，接着补了一刀：“选个身份低微的人，还能顺便让你父亲丢尽脸面，这才是你的真实目的吧？”罗迪在旁边听得一愣一愣的，怎么连混蛋这种词都出来了？这信息量大的让他有点转不过弯来。其实这背后的关系远比表面上要复杂的多。莱克西亚德可是公爵的后代，而伊克里斯正是他的亲叔叔。罗迪这下全听明白了，原来伊克里斯在家里这么不受待见，连亲侄子莱克西亚德都知道，爷爷最讨厌的就是这个叔叔。伊克里斯自嘲的笑了：“所以你才找上我这个私生子，就为了恶心你家里人？”他已经彻底没耐心了，直接下了逐客令，说这简直是在浪费生命。莉莉这下有点慌了，赶紧解释说自己没想搞大事，只是觉得大家目标一致，说不定能凑合一下。他还想打感情牌，说谁心里还没个想依靠的人呢？结果伊克里斯根本不吃这套，他冷冷地回了一句：“我这手脚健全的，干嘛非要给自己找个累赘？”这话说的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伊克里斯最后提醒他，所谓的联手，那是的两边都有好处才行，现在看来这买卖根本没法做。伊克里斯这番话简直是把自恋发挥到了极致。他说自己要钱有钱，要权有权，长得帅还成熟，凭什么要委屈自己？要是想让他因为那点好感就去倒贴这位大小姐，那还是趁早换个理由。在他眼里，莉莉这种行为纯粹是温室里的花朵在闹脾气，想跟家里老头子对着干，那就等真有本事了再说。现在这样只会让人觉得是在耍小孩子脾气。这下莉莉是被对的，彻底没话说了。罗迪乖乖坐在伊克里斯怀里，他歪着小脑袋问：“所以老大，你是真的一点都不喜欢那个公主吗？”伊克里斯回答的那叫一个干脆，不喜欢。罗迪还是觉得有点可惜，毕竟那位公主长得是真漂亮。结果伊克里斯头都不抬，直接回了一句：“我比她更好看。”这自恋程度简直没谁了。罗迪被他盯得心里发毛，只能赶紧改口说：“老大，你说的都对。”为了缓解尴尬，罗迪赶紧显摆起自己的技，说今天的宝石测试拿了满分，还收到了长辈送的礼物。伊克里斯难得温柔了一回，夸他这次做的不错，这要是换成别人，估计连个正眼都得不到。可罗迪心里还是不踏实，他突然变得特别严肃，问伊克里斯：“要是以后真出了什么大事怎么办？”
毕竟那位公主身份特殊，真要是把人彻底得罪了，这以后的日子恐怕就没法太平了。罗迪手里攥着礼物，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总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伊克里斯倒是稳得很，他说要是连这点胆子都没有，那这行也别干了，趁早回家歇着吧。罗迪还想再争取一下，结果伊克里斯直接放狠话，说真要出了事，就把他塞进老鼠洞里藏起来。这下可把罗迪吓坏了，脑子里全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画面。他刚想大喊抗议，就被伊克里斯一把捂住了嘴，跑是跑不掉了。伊克里斯冷冷地提醒他，现在想退出已经晚了，你已经是我的共犯了。还没等罗迪反应过来，嘴里就被塞了一颗草莓糖。伊克里斯这招是真管用，拿了好处就要听话。罗迪这下只能乖乖跟着走了。罗迪这小家伙虽然刚才被吓得够呛，但嘴上功夫可一点没落下。他拍着小胸脯保证，老大，要是以后真遇上危险，我绝对会保护你的。伊克里斯这下真没反应过来，这小不点到底在说什么胡话呢？罗迪可不是在开玩笑，到时候真要出了事，他就站出来给老大撑腰。罗迪一脸得意，怎么样，我是不是特别靠谱？伊克里斯直接被逗笑了。行行行，我简直感动的要哭了。就在这两人互相打趣的时候，楼梯那边传来了脚步声。这事儿说起来也是离谱，那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草包哥哥，居然被老爹看中要扶持成皇储。为了给这个笨蛋哥哥铺路，老爹转头就把主意打到了女儿身上，直接把她推向了联姻市场。这哪是嫁女儿啊，简直就是把她当成了交易的筹码，要她去嫁给一个素未谋面，甚至连名字都没听过的陌生人。更绝的是，老爹选中的联姻对象必须得有本事把他那臭名昭著的名声彻底从泥潭里给拽出来，而那个被选中的倒霉蛋居然就是伊克里斯。老爹觉得这简直是天作之合，可伊克里斯是什么人？他当场就给拒绝了，而且拒绝的那叫一个干脆利落。莉莉这下彻底崩溃了，既然不想结婚，当初为什么要那样步步紧逼？伊克里斯头都没回，冷冷地丢下一句，我这辈子只为自己的骄傲而活。伊克里斯嘴上说着抱歉，可那语气哪有一点认错的意思？他这分明是在告诉对方，这门亲事从一开始就是个笑话。莉莉这回是真看走眼了，以前的伊克里斯明明是个挺单纯的人，谁能想到现在居然变得这么难对付？说到底，她好歹也是个公主，被这么当众拒绝，这面子往哪搁？就在这时候，金总露面了，他这一声殿下，算是给尴尬的现场稍微找回了点体面。莉莉发现现在的金连打招呼的方式都变了，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会主动凑上来的样子。不过也难怪，毕竟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金看着眼前的公主，心里总算踏实了点，只要她过得好，比什么都强。莉莉倒是挺坦然，说这次见面纯粹就是想看看老朋友，看金现在混得不错，她也就放心了。虽然现在见面有点尴尬，但这种互相牵挂的感觉，大概就是兄妹之间最真实的样子吧。罗迪正美滋滋地吃着糖，这小日子过得还挺舒坦。结果走着走着，他突然想起一件正事，之前光顾着忙了，都没来得及打听关于莱克西亚德的，尤其是刚才听到的那些话。要是事情进展顺利，甚至还有机会拿到爵位，这听起来可不是什么小买卖。罗迪停下脚步琢磨了一下，现在去打听恐怕不是时候，还是先别乱问了。反正刚才听到的那些词，什么爵位继承人，听着就挺吓人的，还是先记在心里，等下次有机会再说吧。看着伊克里斯和莱克西亚德站在一起，本来觉得这俩人相处的还行，结果仔细一瞧，这气氛怎么看怎么不对劲，简直就是针尖对麦芒。罗迪正打算上楼，结果在楼梯拐角撞见了金正和莉莉说话。莉莉开口就是一句：“金，我们还是亲兄妹啊。”这话听得罗迪整个人都僵住了，看来这两人的关系比想象中要复杂的多。莉莉道完谢就先走了，金也只能客客气气的送她出门。罗迪这下彻底傻眼了，怎么走哪都能撞见大秘密？这回听到的消息恐怕又要掀起不小的风波了。罗迪这下彻底懵了，原来金和那位公主不仅认识，竟然还是亲兄妹，这背景简直大得吓人。正当他在那儿胡思乱想呢，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这下坏了，偷听被抓了个正着，回头一看，金正站在那儿盯着他呢。金开口就问：“你刚才一直在这儿吗？”罗迪只能硬着头皮接话，说自己刚从楼上下来，这谎撒的连他自己心里都没底。金听完这话倒是没再继续深究，只是说下午的课归他管，现在正好要去总务处一趟。罗迪赶紧顺着话茬说自己也正要去那边送东西，这下两人正好顺路。金倒是挺有风度，主动把罗迪手里的文件接了过去，提议两人搭个伙一起走。可走着走着，金突然冷不丁的叫了声罗迪的名字，这语气听着可不像是在闲聊。金直接开门见山的问：“刚才他和公主的对话，罗迪是不是全都听见了？”这下想躲也躲不掉了，罗迪只能老老实实的承认，确实听到了那么一点点。金倒是没生气，反而觉得罗迪挺坦诚，这态度让气氛稍微缓和了一点。不过他紧接着提了个要求，想让罗迪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谁也别告诉，省得以后大家见面尴尬。罗迪有点拿不准，特意问了一句：“难道连伊克里斯那边也要瞒着？”金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甚至暗示这事儿要是传到伊克里斯耳朵里，可能会牵扯到王位继承的大麻烦。为了封口，金还抛出了个诱人的条件，只要罗迪肯保密，他就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只讲给他一个人听。罗迪这性格也是够爽快的，一口就答应了下来，还拍着胸脯保证，就算有人拿金山银山来收买，他也绝对守口如瓶。金听完总算松了口气，笑着跟他道了声谢。可罗迪心里那个好奇猫还是没忍住挠了一下，他小声问金：“您真的和那位是亲戚关系吗？”金的手搭在门把上，沉默了一会儿，
才开口说现在已经不是了。这话听着可就有点深奥了。罗迪整个人都听懵了，什么叫现在不是了？血缘这东西还能说断就断？还没等他琢磨明白呢，金已经推门带他进屋了。屋里坐着的正是凯文，一见罗迪进来，他立马笑着打了个招呼。这屋里的气氛看着倒是挺热闹。帕德里德一见金回来，赶紧传达了老板的意思，让他待会儿直接去3楼一趟。金点头应了下来，顺便问了问明天的行程，说是手里刚接了个特殊委托。罗迪在一旁听得好奇，这特殊委托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帕德里德笑着解释，其实就是那种酬劳高，而且还得优先处理的加急件。罗迪这下算是听明白了，说白了就是遇上大金主了呗。凯文点点头，这种活儿通常都是护送任务，给的赏金确实多得吓人。罗迪一听赏金这么丰厚，心里的小算盘早就打响了，这种好事谁不想要啊？金仔细看了看，发现这活儿其实不难，路程近还是个简单的送货件，他当场就决定接下，打算明天速战速决。就在大家商量的起劲时，凯文突然反应过来，这下计划全乱了。原来明天大家都有任务，谁也没法留下来带新人。凯文本来还想找金帮忙，结果现在大家全都分身乏术。看着落单的罗迪，凯文突然有了个主意，他问罗迪要不要干脆跟着金一起去。罗迪一听这话，整个人都兴奋起来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这么快就能出任务。凯文倒是一脸轻松，说这活儿简单的要命，就当是带孩子出去郊游了。金虽然没直接拒绝，但他心里还是有点犯嘀咕，毕竟罗迪还是个新人，万一真遇到危险怎么办？这时候帕德里德发话了，说这单生意背景硬得很，是塔里的高层亲自签的字，真要出事了也有人顶着。为了保险起见，帕德里德还特意多派了个帮手，这下金总算能放心带人走了。罗迪高兴得手舞足蹈，这可是他的第一次任务。凯文却在一旁开始伤感，说不能陪着女儿去，当爹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凯文叮嘱道，一定要平安回来啊。罗迪笑得特别灿烂，放心吧，谢谢凯文。帕德里德看着桌上堆成山的文件，忍不住抱怨，这活儿怎么干都干不完啊。就在他埋头苦干的时候，走廊里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这动静大的让他手里的笔都划歪了。帕德里德有些不耐烦的抬头，谁在外面大呼小叫的？结果这门一开，进来的这位让他当场愣在了原地。凯文连门都顾不上敲，直接闯了进来。帕德里德一脸纳闷，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去塔里的路上吗？凯文根本没心思解释，开口就问那个新人现在在哪？帕德里德还没意识到事情的重性，随口回了一句，这会儿应该已经接到货，在去目的地的路上了吧。听到这话，凯文急得直接骂出了声。帕德里德这才发现不对劲，赶紧追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凯文咬着牙说出了真相，米里亚姆的尸体刚刚被发现了。这话一出，帕德里德的心直接提到了嗓子眼。如果米里亚姆已经没命了，那罗迪现在去接的到底是什么人的任务？而此时的另一边，金正带着罗迪准备出发，罗迪还美滋滋地吃着棒棒糖，完全不知道自己正走向陷阱。看着精致的小蝴蝶结戴在身上，确实挺出彩。金牵着罗迪慢慢走着，随口夸了一句：“这身衣服真的很适合你。”罗迪这会儿正高兴呢，仰着小脸对金说：“谢谢你，我会好好珍惜的。还有你送的糖果，我也超喜欢。”本来这画面挺温馨的，可金接下来的话却让气氛一下子变了。金突然低声说了句：“对不起，罗迪。”这没头没脑的一句道歉，把罗迪也给整懵了。他一脸疑惑地问：“怎么了？为什么要道歉啊？”金拉着罗迪的手，终于把藏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昨天没告诉你真相，其实是因为我骗了你。原来金和那位公主殿下竟然是亲兄妹，他们流着同样的血，有着同一个父亲。”这身份一亮出来，罗迪整个人都听傻了。他小声嘀咕着：“公主殿下，那你以前也住在皇宫里吗？”金没有立刻回答，只是这么静静地看着他。这背后的秘密恐怕比罗迪想的还要深。原来金以前在皇宫里的日子过得一点都不舒坦。作为一个私生子，他从小就要看别人的脸色。那些所谓的贵妇人说话一个比一个难听，骂他是不知好歹的野种，还说他为了讨好皇帝，简直跟他母亲一样卑微。面对这些羞辱，金只能默默忍受，因为在这个深宫里，没人会站在他这一边。就连他的亲生母亲给他的也不是温暖，而是无止境的压力。他不停地催促金要更努力，甚至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母亲嘴上说着心疼，可实际上他只是把金当成了重回皇帝身边的筹码。在这种环境下长大，也难怪金会变成现在的样子。母亲总是跟他说，再坚持一下，就当是为了妈妈。这种沉重的爱让他根本没法拒绝，只能在那深宫里硬熬着。罗迪听得心里不是滋味，忍不住问他：“那后来为什么不待在那了？”金无奈的解释：“因为在那里，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都不对劲，就好像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错误。”直到母亲去世，金才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了那个让他压抑的地方。这一走就是好多年没再回去，所以昨天见到公主也是他离开后的头一回。虽然名义上是兄妹，但金心里清楚，他们早就不是一路人了。听完金说的这些往事，罗迪若有所思地咬着棒棒糖，他歪着脑袋问：“那你是哥哥还是弟弟？”金倒是没打算瞒着，直截了当地说：“公主其实比我还要小。”罗迪一听，立马伸出2根手指头在那算。这么说的话，老板肯定也比他大2岁喽。金点了点头，表示确实是这么回事。可罗迪心里还是犯嘀咕，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他偷偷瞄了一眼身边的金，小声嘟囔着：“我敢肯定，他绝对比自己说的要老。毕竟金平时表现出来的样子实在太成熟了。”罗迪越想越觉得这家伙肯定在年龄上撒了谎。金看着他那副怀疑的小表情，忍不住笑出了声，赶紧解释说：“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罗迪咬着棒棒糖，冷不丁冒出一句：“幸好你当初离开了皇宫。”金有点纳闷，顺口问他为什么这么想。罗迪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你是个温柔的大人啊。这话一出，金整个人都愣住了。罗迪接着说：“皇宫里那些人之所以放你走，是因为他们压根没发现你的好。要是让他们知道了，肯定会想方设法把你留下。真要那样的话，你现在也不会出现在这儿了。而我一点都不希望那种事发生。”罗迪笑着说：“帕德里德之前还念叨呢，说你能在这儿真是太好了。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这番话直接说到了金的心坎里。他看着眼前这个小姑娘，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轻声喊了句罗迪。就在这温馨的时候，李克带着赛丽娜走了过来，大老远就跟他们打招呼，问这两个人躲在这儿聊什么呢？罗迪一见熟人，立马高兴地蹦了起来，刚才那点感性的小绪一下子全飞到九霄云外去了。李克凑过去想打听点八卦，结果罗迪把嘴闭得严严实实，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个秘密。这下可把李克给郁闷坏了，觉得自己被当成了外人。罗迪倒是一点不心虚，笑嘻嘻地道了个歉。眼看打听不出来，李克干脆退而求其次，想捏捏罗迪的小脸蛋，没想到罗迪这回还挺大方，居然点头答应了。这一下捏上去，李克整个人都满足了。可旁边的赛丽娜看不下去了，赶紧伸手拦住他，让他别在这儿动手动脚。李克还挺有理，说这可是经过本人同意的。罗迪也在旁边帮腔，表示自己一点都不介意。看着这一大一小在那儿胡闹，赛丽娜彻底没话说了，摊上这么个不着调的，以后有的头疼了。同伴把赛丽娜给叫住了，他直接安排赛丽娜坐到马车前头去。赛丽娜一听就不乐意了，谁不想舒舒服服坐车里啊，非要去前面吹风吗？同伴可不吃这一套，说自己也要在前面赶车。再说了，赛丽娜这次的任务就是给新人当护卫，哪有护卫躲在车厢里享清福的？这下赛丽娜没话说了，只能一脸不爽的认栽。李克和赛丽娜一边赶路一边闲聊，今天可是个大日子，那场人工心脏移植手术要是成了，医学界可就要变天了。赛丽娜这脑洞也是够大的，居然问这技术能不能让人起死回生。李克倒是挺淡定，说这事儿谁也保不齐，万一以后真能成呢？马车晃晃悠悠的进了城，这一路聊得起劲，时间过得倒也快，总算是快到地方了。罗迪这还是头一回见到法师，忍不住在那儿小声嘀咕，听说这些实验室里的法师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一看皮肤白的确实有点夸张。对面的法师主动上前打招呼，金也礼貌的跟他握了个手，算是正式打了个照面。金本来还以为米里亚姆大人会亲自过来，结果对面解释说他们只是过来负责搬运货物的，让大家不用太担心。既然是公事公办，那接下来的交接应该会很顺利。只是这批货到底是什么，居然能惊动这么多法师？法师指着地上的大木箱子，这就是今天要送的货。为了保险，箱子上还特意加了魔法加固，一般的磕碰根本伤不到它。金听完也算松了口气，既然东西这么结实，那这一路上倒是省了不少心。法师接着嘱咐要把这玩意儿送到帝国学院，交给一位退休的老教授，那边已经打好招呼了，只要人一到立马就能对接上。可就在大家忙着交接的时候，布罗迪却发现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这箱子里装的东西恐怕要出大问题。李克看布罗迪这副样子，还以为他是身体不舒服，赶紧上前问个清楚。结果布罗迪一开口就把他给整不会了。他说这地方不对劲，咱们绝对不能就这么走了。看着那边正忙着搬货的人，布罗迪急得不行，非要让李克想办法拦住那个男人，说再晚就来不及了。关键是这事儿还不能声张，绝对不能让对方察觉。这下可把李克给难住了，这不明摆着难为人吗？罗迪突然冲到金的面前，扯开嗓门就喊，这一下把周围的人都给喊愣了。金也是一脸纳闷，赶紧问他出什么事了，毕竟罗迪平时可不是这种性子。罗迪指着胸前的护身符告状，说刚才那个男人一直想把金送他的东西换掉，甚至还想直接伸手抢。法师盯着布罗迪，语气里全是怀疑，这小孩又是从哪冒出来的？金倒是表现得很淡定，直接说这是上头派来的队友，要跟着一起执行任务。对方一听这话更急了，催着他们赶紧动身，说这批货还在实验阶段，魔力稳不稳定全看这一下子了。看着躲在后面的布罗迪，对方忍不住吐槽，带个孩子去执行任务，这办事效率真是越来越不靠谱了。金没打算跟他废话，当场立下了军令状，不管路上出什么岔子，这货肯定能准时送到。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对方也只能收敛点，解释说自己是压力太大才显得这么不近人情。虽然表面上把人给应付过去了，但布罗迪刚才发现的那个秘密才是接下来最大的变数。法师还在那儿不停催促，说这批货关系重大，必须现在就出发。可就在搬运工抬箱子的时候，布罗迪突然扯开嗓门大喊，让他们赶紧停手。金还没搞清楚状况，布罗迪就凑到他跟前，说出了一个吓人的真相，这箱子已经不对劲了，里面现在空空如也，什么东西都没有。布罗迪刚才说箱子空了，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原本该装货的地方，现在竟然塞进去一个人，这人到底是谁？又是谁把他塞进去的？